我在娘胎的时候，弟弟就抢夺我的生命力，于是还是胎儿的时候，我就开始了打弟弟的日子。而渣爹要杀妻，入无情道，我当然是让渣爹入土为安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在母体中除了修炼，也在努力吸收母体提供的营养。尽管如此，可当出生时，我的体型依旧比弟弟小了一大圈。我乖巧的长大着，让母亲非常省心，弟弟则是被迫乖巧的长大。转眼3年过去，这天，我的小短腿踏在飞溅上，慢悠悠地往前飞着，看着前面一个小身影，遇见正飞得歪歪扭扭的，前面的小身影自然是慕寒风。他前些天刚满3岁，我就带着他出来，教他御剑飞行了。从慕寒风刚学会走路那会，我就压着他一起修炼了。我早就发现这个熊弟弟是个天才，准确地说是天才中的天才，天资高，悟性高，智商高，但这孩子非常懒。一开始我教慕寒风御剑飞行，慕寒风听了几句要诀后，不是喊着口渴要吃灵果，就是喊饿了要吃烤鸡，吃喝都满足了，他又抠抠屁股说困了。于是慕寒风迎来了姐姐爱的铁拳，然后脑袋上顶着一个大包，半天就学会御剑飞行。今天的御剑飞行便加大了难度，慕寒风往前飞着，他后面紧跟着一只肥硕的大黑鹅，正在用力叨他的屁股，所以他才飞得歪歪扭扭的。当然，这只大黑鹅并非真正的鹅，而是一种神兽的幼崽形态。机缘巧合之下，被我收给了慕寒风当灵宠了。在被大黑鹅再次叼下屁股后，慕寒风捂着自己的屁股，转头朝我委屈喊了起来：“姐，能不能叫大黑，不要叨我屁股了，我都飞不稳了。”听到慕寒风叫他大黑，大黑鹅气坏了，对着慕寒风的屁股又狠狠叨了一口，怒声道：“你才大黑，跟你说多少次了，我的名字是天下第一厉害，羽毛最顺最黑最美，3足金乌太长，记不住。”慕寒风气愤地喊道，又朝我可怜兮兮地说道：“姐，大黑再这么打扰我，我掉下去怎么办？我会摔成肉饼的。”我飞了上来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：“修士飞行的时候，可能会遇到各种突发情况，大黑这点扰乱你都应对不了，以后遇到有人在空中砍你，你怎么办？那时候会掉下去，真的变成肉饼。”我喊出大黑这个名字时，旁边的大黑鹅假装没听到，没敢反驳，因为他惹不起我，可我还小，我才3岁，以后的事还早呢。慕寒风委委屈屈地说道：“为什么才3岁的他就要提前经历以后的那些磨难吗？不早。”我刚想教育慕寒风，突然感应到了什么，抬头看向前方，有人往这边来了。我皱眉看向前方的时候，慕寒风瞪眼看着飞到他旁边的大黑鹅，不服气地质问他：“我姐也叫你大黑，你怎么不叼他？”大黑鹅脖子一梗，理直气壮道：“因为我欺软怕恶。”慕寒风想炖了这鹅，他怎么就收了这东西当灵宠？姐说他是传说中的3足金乌的幼崽，他一个字都不信。我看着一个黑点在快速的接近，我这边是一艘非洲，我用自己强大的神识扫了下，发现非洲已很是残破，上面有2个人，其中1人浑身是血，但仍旧在拼命催动非洲，另外1人脸色苍白，神色慌乱。慕寒风顺着我的眼神，也看到了一艘非洲在快速的接近这里，他机警的立刻跳到我的飞剑上，躲在了我身后，小胖手紧紧抓住了我的衣摆，有事躲姐姐后面，就会啥事也没有了。这是慕寒风从会走路开始就得出的真理。非洲上的2个人也看到了前方御剑飞行的修士，2人眼中露出了希望之色，开口大声呼唤起来：“道友，请救救我们，我们是穆家的人，道友请出手相助，我们必有重谢。”但等他们看清楚御剑之人时，震惊之外，心更是沉到了谷底。这御剑之人居然是2个看起来不过3、4岁的小娃娃，男娃娃抓着女娃娃的衣摆，伸出圆乎乎的脑袋，眼神警惕地打量着他们，居然是一对双生子。这样小的孩子就学会了御剑飞行，这怎么可能？2人急切地看了看2个小孩的周围，但却没发现这2个孩子的大人。这样2个小孩子能帮他们什么？他们不要连累这2个孩子就是好的了。我原本是不想多管闲事的，但是在听到对方喊出是穆家人后，我放弃了带弟弟离开的念头。这2人是穆家人，和娘亲所在的穆家会有关系吗？下一刻，我看到非洲上的家族徽章后，印证了自己的猜测，因为那个徽章我在娘亲的一块玉佩上见过。小娃娃，你们飞快些，快回家去！满身血的那个修士心中绝望，但口中却在急切地催促我和慕寒风快些离开。然后他便操作非洲往另外的方向飞去，绝不能连累这2个小娃娃。然而他改变方向，刚飞出去一点距离，就见那小女娃遇见，拐了弯跟上他们。小丫头，你跟过来做什么？快些远离我们！那脸色苍白的年轻修士着急地朝我摆手：“追你们的有几人？实力如何？”我一脸严肃，一开口却是萌萌哒的小奶音：“快回去找你家大人，这里危险，有邪修在追我们。”那浑身是血的修士也是语气急迫的催促，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随我来，下面不远处有我家布置的阵法，威力可轻松击杀元婴修士。我看2人不回答我的问题，而一直催促我离开，知晓2人怕连累我，心中对这2人升起一份好感。听到我这话，那2人眼中惊喜一场，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，他们有救了，居然在这里。
遇到了实力强横的修真家族。我御剑飞行在前方带路，两人坐着，非洲紧跟其后。大黑已经被慕寒风收进了灵宠袋中。与此同时，我也感应到了后面有人在快速的逼近这里，他们追来了。操控非洲的人咬着牙，语气中除了有焦急，还有愤恨。他护送公子秘密前往一个地方，途中却遇到了追杀，他们的行踪必然是有人泄露了出去。而且这些邪修显然早就埋伏好了，而且目的明确，奔着取他们性命来的。究竟是谁要害他家公子？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在急速靠近的那几个修士，对非洲上的两人道：“下方跟紧我。”说罢，我带着两人快速降落，一头扎进了下方的密林中。我降落后，脚下的飞剑一闪，已经消失不见。这样跟在我后面的两个人，皆是心中一惊。御剑飞行也是御物飞行，脚下自然是有实际的法器来支撑飞行的，而这个法器可能是修士的飞剑，也可能是其他法器，但是让剑气成型，从而御空飞行，很多人不会如此选择，因为这对修士的灵力消耗巨大，修士采用这种方式飞行根本飞不了多远，而眼前的小女娃却做到了，不止做到了，她甚至还能再载一个人，这说明这女娃不止天资过人，更是灵力充沛的，超乎常人很多倍。我不知道二人此刻心中的震惊。我带着他们穿梭在密林中，最后我让他们和弟弟躲在了一块巨石后面，两人边走边仔细观察，实在没发现这周围有阵法的痕迹，两人的心再次提了起来，正想开口问我，却见我转头冲他们做了个噤声的动作，接着便看到我手中出现了一个小巧玲珑的阵盘，而阵盘上那古朴繁复的纹路，即便是出身大世家的穆天叶都没见过。那脸色苍白的年轻修士正是穆家子弟穆天叶。我又看了眼那浑身是血的修士，看到他已经快站立不稳，便掏出瓷瓶倒出一粒丹药递给了那修士。修士看到我递来的丹药，心中再次一惊，这是一枚上面有丹纹的极品疗伤丹药，价值不菲，更是有钱也难以购得。但他旁边的穆天叶此刻心中更是震惊的无以复加，因为他看清楚我手中的瓷瓶是他们穆家专有的瓷瓶，这瓷瓶这丹药穆家能持有的人屈指可数，这小孩身上为何会有？他和穆家有什么关系？可他从未听闻家族中有这样天资过人的子弟。穆天叶的护卫秦正阳也没矫情，直接接过丹药后低声道了声谢。他们的丹药已经在之前的战斗中全部耗费完毕，他当即服下丹药，坐下吸收起了药力，沉重的身体也在这一瞬间变得松快了几分。好厉害的丹药！空中追上来的几个修士已经跟着我们的方向也降落下来，而且快速地朝我们所躲藏的方向追来。穆天叶的心提了起来，追杀他们的这几个邪修，修为不低，心狠手辣，手段诡谲。秦正阳拼死护着他，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，但他们已是强弩之末，被这些人追上，他们必死无疑。他刚才走投无路之下，信了这小女娃的话，跟着他飞了过来。可现在想想，这女娃真的能帮他们脱困吗？这几人是邪修，小心！穆天叶心中纠结，也怕连累了这好心的小女娃。据其传音提醒，我抬起小胖手制止了穆天叶的话。我也看出了这几人的身份，为首那名修士腰间挂着一只完整的手骨，那只手骨被打磨得光滑白润，散发着一股不祥的阴暗气息。我认出这是邪修们惯用的炼器手法。邪修们总喜欢把人骨炼制成法器，这种丧心病狂的行为令人恶心和憎恶。几名邪修感应着周围的动静，想寻找出穆天叶他们的行踪，但四周一片寂静，他们感应不到任何人的存在。穆天叶心中忐忑之时，却见那还不到他膝盖高的小女娃动作熟练地操控起了手中的阵盘。那只小胖手此刻无比灵活，在阵盘上快速地打出了繁复的手诀，而那块阵盘上的纹路在此刻就像活了一般，快速地流动起来，散发着淡淡的微光，组成新的纹路。这一幕看得穆天叶和秦正阳都瞪大了眼，这样的手法，这样的阵盘，唯有精通阵法的阵法师才能做到吧。这看起来只有3、4岁的小女孩，竟在阵法上也有这样的造诣。下一刻，穆天叶的心中猛然一悸，他感觉到周围的空气似乎在这一瞬间凝固，周围明明什么都没有异常，但是一股危机感却从脚下升起，让他心中有些发慌。那几名邪修的感官更为敏感，领头之人只觉得浑身汗毛倒竖，我从未有过的危机如潮水般涌上心头，将他快要淹没。快走！为首的那名邪修大吼一声，就要御剑而起。然而让他心中惊悚的是，他无法御剑飞行，他的脚下就像有千斤巨石一般坠在那，无法动弹。其他的几名邪修也发现了不对劲，皆是脸色一变，纷纷运转护身罡气，更是催动了身上所有的防御法器。但这一切都是徒劳。我小手一翻转，一道强烈的白光闪过，一股强横无比的力量凭空汇聚，劈向了为首的那个邪修。那邪修甚至没来得及发出任何惨叫声，被那道白光劈中后，他整个人被轰成了几段，鲜血炸开，残肢飞溅，空气中浓厚的血腥味让人作呕。这血腥的一幕让剩下的几名邪修心中惊惧不已。师兄是他们几人中修为最高、手段最厉害的人，
他们连敌人的面都没见到，师兄就被轰成了几段，没有做出一丝一毫的抵抗。穆天叶和秦正阳也被镇住了，这是什么阵法？居然有如此可怕的威力，一击毙命。那些邪修身上的防御法宝居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，为首的那个邪修修为已经是金丹大圆满，即将晋升元婴了，结果死了，这么简单死了，而且死得这么惨。这时候剩下的邪修们也明白过来，他们已经闯入了一个可怖的阵法之中，无法逃脱，生生成为了砧板上的鱼肉，任人宰割。我一脸平静地操控着阵法，利落击杀了另外一个邪修，剩余的邪修肝胆俱裂，惊恐大叫出声：前辈饶命！等等，我愿献上我的一切，求前辈饶我一命。前辈，我知道哪里有宝物。一时间，邪修们为了活命，急促地说出各自的条件，但我脸色不变，眼皮都没抬一下，只用小胖手灵活地操作阵盘，将邪修们逐个击杀。邪修们的死相是一个比一个凄惨难看。穆天叶和秦正阳对视一眼，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惊悚。这样恐怖的杀阵，居然出现在这普通的山脉中，可他们从未听过这片山脉中有隐居什么世家大族。穆寒风在旁边小声对我嘀咕：姐，这就是你说的反派死于话多吗？我瞥了自己的傻弟弟一眼，说道：不一样，反派处于上风的时候话多，他们容易死；反派处于下风求饶话多，我们容易死。穆寒风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。穆天叶在听到我教育弟弟的那番话，瞳孔放大，这孩子说的话好有道理，这话应该是这孩子的家长所教吧，教得好。我转头看一下那几个邪修的尸体，继续教育弟弟，邪修死了以后，最好是把他们的尸体挫骨扬灰。邪修手段诡谲，表面看起来死了，但有可能用别的办法逃生了，甚至还有死而复生的。这点穆天叶和秦正阳深以为然，秦正阳已经上前去查看尸体，补刀去了。穆天叶看着我，心中又惊又羡，这孩子到底是哪个修真世家所教导出来的？聪明果断，沉稳冷静，还长得这么可爱。喜欢响声，从来没有想过找到吕想法的穆天叶，在这一刻心中居然奇妙地生出了这样的想法来。我抬头和穆天叶的眼神对上，收起了阵盘，慢吞吞地说道：晨会20万灵石。什么？穆天叶一时没反应过来。穆寒风在旁边说道：叔叔，我姐启动这个阵法要花费很多灵石的。穆寒风边说边张开两只肉肉的胳膊，比了一个大大的圈。姐姐的灵石都来之不易，可不能让姐姐亏钱哦。好，没问题，多谢小姑娘救命之恩，这里有50万灵石，给你。穆天叶解下腰间的一个储物袋，递给了我，这是他身上的所有灵石了。不过他还觉得用来答谢还不够，我也不客气，直接接了过去。这撼天九雷阵是前世我自创的最强阵法，可攻可守，威力巨大，但缺点也非常显著，那就是超级耗费灵石。刚才的攻击几乎将我辛苦攒来存在阵心的灵石耗费殆尽，不过现在多的也赚回来了。尽管我猜测眼前的人可能和我娘亲有亲戚关系，但是我依旧毫无心理负担地收了钱，毕竟亲兄弟都要明算账嘛。小姑娘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，还未请教姑娘姓名。我是穆家子弟穆天叶，这是我的护卫秦正阳，今日之恩我定会厚报的。穆天叶低头冲我拱手行礼道谢，我名叫穆风华。我微微点头，道出了自己的名字，又指了指自己的弟弟，这是我弟弟穆寒风，姓穆。穆天叶的心中一惊，怎会如此凑巧？我娘亲名穆依兰。我又平静地道出一句，我之前猜测这人和娘亲是一个家族，现在说出娘亲的名字，则是想确认一下。我的这句话让穆天叶心中巨震，更是神色一变，脱口而出：小妹。我仔细看了看穆天叶，发现穆天叶的容貌和自家娘亲还真有几分相似。我倒是没想到，眼前这穆天叶居然和娘亲有如此亲密的关系，所以这人还是自己的舅舅。你娘亲真是穆芷言吗？可否带我去见见她？穆天叶语气急切地问道。小妹穆芷言是全家不可言语的痛，当年小妹负气离家出走，父亲和哥哥们以及他无数次的后悔，当初没能拦住小妹，更是在几年前看到小妹的魂灯差点熄灭时痛彻心扉，倾尽全力寻找小妹，却最终还是无功而返。而现在他却在这种情况下得知了小妹的消息，自然激动无比。我点了点头，随我来吧。穆天叶在听到眼前的小女娃是小妹的女儿后，再看这孩子眼光就变了，慈爱中带着惊叹和骄傲。这孩子是小妹的女儿，这聪明睿智、沉稳冷静，还长得这么可爱的女娃，是他们穆家的仔仔。穆天叶在这一刻惊喜不已，不但找到了小妹的下落，还附带了2个这么可爱优秀的仔仔。之前被追杀的玉器都被丢之脑后了，我让穆天叶他们跟紧我的脚步，以免陷入迷阵中。我和熊弟弟以及娘亲住的这个山头，在我刚会走路的时候，便被我布置了重重阵法。穆天叶看着走在前面的小身影，心里有很多问题想问，但他不可思议地发现，前面的小女孩虽然腿短，但是速度却非常快，他只能把问题埋在心里，快步跟了上去。也许见到这孩子的娘亲后，一切问题都会有答案。
在我的带领下走了一会，穆天叶终于看到一座小院。我站定不再向前，而是转头看向穆天叶。穆天叶也停下脚步，疑惑问：怎么了？我郑重叮嘱不要告诉娘亲，我刚才用阵法救了你，就说你路过这里，偶遇在山顶练功的我们，娘亲并不知有阵法。穆天叶听到这话，先是疑惑，接着瞥了下我这话后，心中震惊，有些不可置信地问道：那阵法不是你母亲所布置吗？那是何人所布置？我谎称有世外高人，师父竟全然相信，只感叹我机缘好。娘，有人找你，他说他是我们的舅舅，不过我不相信。穆寒风扯着嗓门朝屋里喊，我看着小舅舅一脸无奈，刚想开口，屋里就传来了母亲的声音，那熟悉的调子让小舅舅眼眶发红，他快步冲了上去。母亲走出屋，与他迎面撞上，小妹，真的是你？小舅舅激动地握住母亲的手，眼睛泛酸，母亲愣在原地，嘴唇颤抖，眼泪瞬间溢满眼眶。七哥，我话没说完，泪水已经落下，我静静看着他们抱头痛哭。这是我第一次见母亲哭得如此失态，连被渣爹背叛时都没有。等两人平静下来，母亲朝我们招手，这是姐姐穆风华，弟弟穆寒风。风华，寒风，这是你们的小舅舅，小舅舅好。我乖巧打招呼，穆寒风跟着喊完，小声嘀咕，真的是我们舅舅。小舅舅轻笑，我真的是你们的小舅舅。还看着我们稀罕的紧，却懊恼地说，等回了家，小舅舅再给你们补见面礼。我们乖巧道谢，小舅舅看得更想抱我们了。他和母亲要单独说话，便让护卫秦正阳带我们在外面玩。我扯了扯秦正阳的衣角，仰着脑袋问，那是我小舅舅，意思我还有大舅舅。秦正阳笑起来，不止，小小姐，你有7个舅舅，你外祖父是穆家2长老，医术最高，穆家是修真界的医修世家，族人众多，人才济济。我心头一惊，娘亲果然是团宠，想来当年她年少气盛，瞒着身份跟凤凰男私奔，才落得日夜后悔流泪的下场。我又问，小舅舅也是医修吗？不是的，公子是气修，也就是炼气师。秦正阳语气骄傲，公子天赋极高，在炼气上已有极高造诣。我又问了些穆家的事，秦正阳都耐心作答，我很快摸清了大概。屋里的母亲和小舅舅聊完，便收拾东西，准备带我们回穆家。他心里忐忑，却终究抵不过对家人的思念，更想让我们接受更好的教导。小舅舅休憩好非洲，我们正式启程。我想站在边缘吹风，却因为太矮够不到栏杆，心里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快点长大。身后一双温暖的大手将我抱起，是小舅舅风华。你和寒风回到穆家后，如果有人背着我们欺负你和寒风，一定要告诉小舅舅，小舅舅会帮你们做主，你外祖父和其他的舅舅们也一定会护着你们的。我故作懵懂点头，心里却清楚，娘亲当年私奔带回我们这2个无名分的孩子，穆家其他人未必会善待。我看了眼正在吃糕点的弟弟，眼神沉了下来。我可不是真的3岁孩子，谁也别想欺负我们，弟弟更是只能我欺负。穆家在南方，穆宅依山而建，仙气缭绕。非洲降落在山腰的院子里，母亲脸色苍白，满眼惬意。我和弟弟被小舅舅牵着走下非洲，院子里站着一位须发皆白、气势威严的老者，身后跟着6个气度不凡的男子，想必就是外祖父和6位舅舅了。母亲扑进外祖父怀里痛哭，爹！外祖父眼眶泛红，声音颤抖，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。几位舅舅也围了上来，激动地和母亲说着话。等大家冷静下来，小舅舅牵着我们上前，外祖父温和地看着我们，这就是你的孩子，这是穆风华，这是穆寒风。风华，寒风，叫外祖父。母亲眼角带泪，脸上却带着笑。外祖父好！我和弟弟齐声喊道。外祖父伸手想摸我们的脑袋，弟弟却往后一仰，他只好作罢。母亲牵着我们，一一给舅舅们见礼。这是你大舅舅穆天辰，2舅舅穆天云，3舅舅穆天山，4舅舅穆天和，5舅舅穆天清，6舅舅穆天文。几位舅舅蹲下来围着我们看，越看越喜欢。我趁机打量他们，大舅舅温文尔雅，2舅舅风流不羁，3舅舅和4舅舅是双生子，一个爱笑一个沉稳，5舅舅清冷，肩膀上的小猫竟是高阶灵兽须臾，6舅舅手里拿着个罗盘。风华，要不要跟着6舅舅学占卜啊？6舅舅笑着问。不要，不行，不可能！外祖父立刻严厉拒绝，怒声呵斥，学什么卜算？像你一样吗？偷窥天机遭到天道反噬，动不动就吐血瞎眼。6舅舅讪讪地摸了摸鼻子，不敢说话了。我眨巴着眼睛，心里暗忖，前世推演天机遭反噬，失了五感2天，卜算这东西可不能碰。外祖父刚叮嘱完，几位舅舅就吵着要说我和弟弟为徒。你6舅舅是卜修，卜算能力很强的，小舅舅在一旁帮腔，卜修太伤身，不如和大舅舅我学炼丹，炼丹最为磨练心性。大舅舅温和笑着对我说，不，阴修才适合小风华和小寒风，任何乐器我都可以教导，阴修才是最风雅的。2舅舅急忙开口，别听他们的，剑修才是王道，遇事不决，拔剑即可。3舅舅语气郑重，修习阵法才是最好的选择，以静制动，可攻可守。
万无一失。四舅舅不紧不慢，却态度笃定，御兽师才是最强的，人心复杂，唯有灵宠和主人永远一心，共同进退。五舅舅声音清冷，小舅舅也不甘示弱，不，兄长们说的不对，成为一名炼器大师才是人生存在的意义。我听着他们争执，忽然反应过来，外祖父8个孩子，居然没一个继承他的一修衣钵，在一修世家，这简直罕见，我都忍不住心疼外祖父，都给我闭嘴，一群孽子，都给我滚！外祖父终于忍无可忍，怒声咆哮，咆哮完，他立刻转向我们，语气变得温和，祖父不是在说你们啊，别怕别怕。随后他眼神冰冷地盯着舅舅们，都给我立刻滚！六舅舅嘟囔，小妹这才刚回来，我们还没……话没说完，外祖父就摸出一把戒尺劈头打去。六舅舅嗷一声躲开，转身就跑，其他舅舅也赶紧溜了。临走前还不忘跟娘亲说晚点再来看望。我看着他们仓皇的背影，忍不住笑了。这个家还挺有意思。舅舅们走后，外祖父带我们进了大厅。2个孩子，你既然已让他们姓穆，那便是我们穆家的孩子了。我今日就让人给2个孩子上族谱，我也不问你那个男人的事，等你想告诉我的时候再告诉我。外祖父对娘亲说，娘亲眼眶泛红，显然被父亲的接纳打动了。外祖父又转向我们，风华、寒风，以后可不能再叫我外祖父了，要叫我祖父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祖父。我和弟弟齐声回答。外祖父检查了我们的灵根，瞬间欣喜若狂。风华是极品木灵根，寒风是变异雷灵根，都是极品丹灵根。他激动地问我，风华跟着祖父学医可好？我前世是剑修，一心只想变强，本不想学医，但听到祖父后面说学医能赚很多灵石，立刻动了心。我神识里的封印需要大量灵石才能开启，之前的灵石早就耗光了。我睁着懵懂的眼睛，可以赚很多钱，那我想学，学了以后赚钱了可以给弟弟买好吃的。弟弟立刻附和，我也要学。我暗自叹气，弟弟的灵根和性子都不适合学医，也就跟着凑个热闹。祖父却笑得合不拢嘴，好好好，都学都学，学医好啊，学医好。我们住进了娘亲以前的庭院，这里的摆设和他离开时一样。弟弟精力旺盛的到处探索，大黑跟在他身后，我则坐在亭子里看着院子里人来人往。好多人来拜访娘亲，大多带着探究和嘲讽。我问身后的安伯，安伯，祖父是2长老，那穆家一共有几位长老啊？回小小姐，穆家一共有6位长老，都是2长老的兄弟。安伯语气平淡，我心里了然，祖父这一房和其他房关系想必不睦，但我没想到娘亲如今变得这么飒爽，关你屁事，滚！我再怎么也比你强，我父亲比你父亲医术高，我兄长们能把你兄长的头打爆，你就一个废物哥哥也敢来我面前叫嚣？我7个哥哥个个都是天纵奇才。娘亲对人的话一句接一句，看得我心情舒畅。经历了渣爹的背叛，他终于从傻白甜蜕变成了不好惹的模样，这样的娘亲真好。很快我和弟弟被安排进了穆家学院的内院启蒙班。去之前，祖父叮嘱我们，风华、寒风，记住祖父的话，在学院里谁也不能欺负你们，有祖父在，天塌下来都有祖父给你们撑着的。我眨巴着眼睛问，那有人骂我们打我们怎么办呀？我可以打回去吗？谁敢？祖父眉毛一竖，谁敢这样？祖父拆了谁的骨头？他顿了顿，又说，如果有人欺负你们，你们打不过就跑，回来告诉祖父，祖父会帮你们做主的。我立刻追问，那打得过呢？祖父想了想，答道，打得过就使劲打，打残都行，有祖父给你们兜着，别怕，祖父在穆家，没人敢跟祖父横。放心，我心里暖暖的，祖父是真的疼我们。我和弟弟乖乖点头，弟弟还攥着小拳头，像是在发誓要保护我。娘亲也没觉得这教导有问题，他早就跟我说过，祖父在穆家地位尊崇，家主都要让他3分。第2天，祖父和娘亲送我们到教室门口，叮嘱几句便离开了。负责启蒙班的老师叫穆之瑜，一开始脸上还带着和煦的笑，可等长辈们一走，他的笑容瞬间消失。他指了指最后一排，你们的座位在那，赶紧去坐好，我要开始讲课了。在我的班上，必须认真听讲，友爱同窗，做不到就要打手心，任何人都一样，哪怕你们是2长老的外孙，我也不会徇私。他把戒尺往桌上一拍，厉声问，听明白了吗？不等我们回应，他又冷哼一声，满是不屑，有娘生没爹教的孩子，能让你们进穆家学堂已经是穆家大度了，你们要学会感恩戴德，否则以后长歪了，只会坏了我们穆家的名声。你们娘亲穆依兰的行为让家族蒙羞，希望你们不会。我脸色一沉，娘亲是受害者，凭什么被这样羞辱？这小人只会背后嚼舌根，真让人恶心。我一字一顿道，关你屁事。穆之瑜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料到我会顶嘴，随即勃然大怒，你说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果然是没爹教的野种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我直接跳起来一脚踢在他嘴上，力道之大让他满嘴是血，踉跄着后退。炼气5层的小弱鸡也敢在我面前放肆，何况我有祖父兜底，打了便打了。教室里瞬间炸开了锅，小孩子们吓得又哭又叫。穆之瑜爬起来，又惊又怒，你这个有娘生没爹教的野种，居然敢打我！我懒得跟他废话，再次跳起来踢中他的膝盖窝，他惨叫一声跪倒在地。我踩着他的胳膊、腿和脑袋，一边打一边想，这身高打人真不方便，真想快点长大。
弟弟也跟着奶凶地踢着木之鱼。我瞥见他盯着木之鱼扭曲的脸，眼眸变得漆黑深邃，还踩碎了木之鱼的手骨，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。不过很快又恢复了清明，拉着我的衣角站在一旁。木之鱼的惨叫声惊动了其他人，老师和管事赶来，把我们带到了院长那里。院长是穆家6长老，祖父和娘亲也急匆匆赶了过来。木之鱼浑身是血，手骨骨折，看到祖父就哭诉。这穆风华才上学第1天，就无故对我下如此毒手，我身上的伤全是他打的。祖父看着他那惨样，差点气笑。你说你这样是我家风华打的？你放屁！你居然这么废物！真是他打的。2长老，这2个孩子我教不了，他们居然赶不进师长。木之鱼还在辩解，我软软糯糯的开口，是我打的。6长老一脸震惊，祖父却乐了，打得好，肯定是他有问题你才打的。他果然废物，连我们风华都打不过。我们风华才3岁，3岁啊！我继续平静地说，他说我和弟弟是有娘生没爹教的野种，说我娘亲的所作所为给家族蒙羞，让我们不要学娘亲。他还说有娘生没爹教的孩子能让你们进穆家学堂已经是穆家大度了，你们要学会感恩戴德，否则以后长歪了只会坏了我们穆家的名声。穆之鱼脸色惨白，慌忙摆手，不，2长老，我没这么说过，我没有。祖父脸色瞬间沉如寒冰，眼神像在看死人，怒吼一声，庶子而敢！说着就一掌朝木之鱼挥去。2哥，手下留情。木之鱼言行无状，但罪不至死。6长老急忙上前阻拦，两人掌锋相撞，凌厉四溢。祖父站稳后，冷冷地看着6长老穆玉昂，声音脆冰：穆玉昂，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，也告诉所有穆家人，如果有人对我女儿和孙女孙儿出言不逊，我们这一房可以脱离穆家自立门户，从此以后我们这一房与穆家再无瓜葛。这话一出，满屋子的人都脸色巨变。6长老脸色惨白，急切喊道：2哥，不至于此啊！2长老，万万不可！管事和2位老师也失声惊呼，满是惊慌。木之鱼彻底傻了，又怕又悔，浑身发抖。祖父却语气冰冷决绝：这2个孩子就是我的命，穆家谁要欺负他们，便是与我不死不休。我们这一房另立门户，便也不存在不许穆家人自相残杀，我们自然有仇报仇。我愣住了，没想到刚见面几日的祖父，竟能为我和弟弟做到这份上。前世亲情缘浅的我，这一世竟拥有如此厚重的疼爱，心中又震撼又感动，暗暗发誓绝不会辜负祖父的维护。6长老急忙承诺：2哥，你放心，我保证，从今以后再无一人在风华和寒风面前出言无状。我立刻请家主和其他长老商议，若有人再犯，执法堂灭灵鞭鞭打100，再逐出穆家。娘亲脸色微变，我知道灭灵鞭对修士伤害极大，100鞭刑同死刑。6长老这是真的急了。祖父脸色这才稍缓，他就是要把事情闹大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护短的态度。家主和其他长老很快赶来议事，娘亲带着我和弟弟到院子等候。弟弟耐不住性子，爬上花坛的树摘红果子，扔给我1个后，自己揣了2个滑下来，边啃边问：姐，是不是那些人都不喜欢我们？我咬了口清甜的果子，随口答：这个家里可能只有祖父和舅舅们喜欢我们。哦，那把祖父和舅舅们除外的人都打死吧。弟弟奶声奶气的话里满是天真的残酷。我沉默片刻，抬手就给了他脑袋1巴掌，打得他嘴里的果子都喷了出来。我们不需要他们喜欢，没人能做到谁都会喜欢，不可以谁不喜欢我们就打死谁。我们变得很强，就不会有人敢在我们面前胡说八道了。我必须把弟弟这歪苗头掰回来，不能让他长歪。弟弟摸着脑袋委屈道：我都听姐姐的，姐姐喜欢我就可以了，我不需要其他人的喜欢，暗处保护我们的安博。此刻大概也在惊讶我的实力吧，表面看着刚引气入体，打人时却有助击修为，打完又变回练气期，确实有点迷。没多久，几位舅舅匆匆赶来，小舅舅一脸忧色，蹲下来检查我有没有受伤，确认没事后才松了口气。风华、寒风呢？我指了指树上，在树上摘果子。听说你们在学院出了事，我们就赶来了。小舅舅说：是谁欺负你们？我去砍死他们。3舅舅咬牙切齿：穆家人不可自相残杀。4舅舅皱眉：暴打1顿应该可以，那就吊起来打屁股打个3天3夜。5舅舅声音发冷：打前面也行。6舅舅补充道：我看着他们，明明是严肃的事，却被5舅舅和6舅舅说得像黑暗笑话。2舅舅在问娘亲事情经过，大舅舅遇见想把弟弟抱下来，可弟弟抱着树干自己滑了下来，还偷偷塞给我1个果子。大舅舅拿出2个储物袋，风华、寒风，这是我炼制的丹药，补上次的见面礼，别嫌弃。谢谢大舅舅，我们很喜欢。我和弟弟齐声道谢。2舅舅掏出1个小唢呐和1把乐琴，这是我小时候用过的乐器，你们试试。弟弟盯着乐琴脱口而出，好像一个大月饼啊！我赶紧捂住他的嘴，没看到2舅舅那受伤的样子吗？
我把唢呐收下，把乐琴给了弟弟，再次道谢。二舅舅的脸色才好看些。三舅舅不自然地掏出2枚带血迹的凶兽牙，这是我宰杀的凶兽牙齿，是炼器的好材料。四舅舅补充，这是三哥特意守着猎杀的，一片心意。说着，他拿出2块白色矿石，这是刻阵盘或炼器的材料。谢谢三舅舅、四舅舅，我们很喜欢这个礼物。我开心收下。弟弟只顾着把玩，被我一巴掌拍醒，赶紧跟着道谢。五舅舅拿出2团黑色毛团，让你们娘亲织成垫子或衣服，穿身上很暖和。我这围脖就是用这个织的。他肩膀上的灵兽不满地用尾巴抽了他一下，我心里了然，这毛肯定是灵兽换下来的。六舅舅笑眯眯地递来2个平安符，我亲自绘制并在月色下祈愿过的，能趋吉避凶。顿了顿，又不确定地补了句，应该能的吧。我看着平安符，觉得它像个神棍。小舅舅直接拿出2个储物袋，我神识一扫，惊住了，里面各有80万灵石。小舅舅也太有钱了吧！我们一一谢过舅舅们，能感觉到他们的礼物虽各有不同，却都满是用心。大舅舅和小舅舅条件好些，其他舅舅虽拮据，却也花了不少心思准备。这份心意让我心里暖暖的。半个时辰后，祖父背着手慢悠悠走出来，舅舅们立刻围上去，七嘴八舌地问：“父亲，是不是我们要自立门户？这样以后就不会有人非议小妹和风华寒风了？父亲，自立门户之前，是不是该把欺辱风华和寒风的人打死打残？父亲，往南有一座山脉，里面还有温泉，我觉得我们在那自立门户不错，风景宜人，灵气充沛。父亲，自立门户后，我是不是可以当个长老？父亲，如果在那个山头自立门户的话，我要一个宽敞点的院子，我的灵兽有点多。父亲，我卜算了下，明天是个适合搬迁的大吉日子。父亲，搬迁后修葺房屋的钱我来出。我看着祖父一脸黑线的样子，忍不住想笑。舅舅们这是早就有谋逆之心了吧？穆依兰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，鼻子发酸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当年我那么任性，伤了父亲和哥哥的心，可他们对我依旧这般疼爱维护。身旁的穆风华，我心里暖暖的。舅舅们虽豪得热闹，维护之意却溢于言表。家主和几位长老跟在沐浴舟身后出来，听到舅舅们的话，脸色黑得能滴出水。我心里清楚，他们终于明白祖父为何总骂舅舅们孽子。这时候本该劝慰，而非火上浇油。家主强压怒火，对二长老说：“二长老，您放心，我即刻下发家族令，如有人非议依兰和他2个孩子，鞭挞100后逐出穆家，无论男女老少。且今日2个孩子受惊了，我一会儿让人把补偿给2个孩子送来。”祖父满意点头，行，家主都这么发话了，那这件事就这么过了，都是一家人，有事好好解决就行。对了，我这2个小孙孙还没介绍给你们正式认识。风华、寒风，过来。我打量着家主穆玄渊，他穿深紫色广袖长袍，腰间别着储物袋，衣摆绣着云朵暗纹，40多岁模样，留着胡子，剑眉星目，年轻时定是美男子。安博早告诉我，他是大长老长子，实力与医术都上乘，把穆家带得蒸蒸日上。我牵着穆寒风走上前，认真拱手，见过家主，见过诸位长老。穆寒风也抬起小胖手，奶声奶气地跟着行礼。家主看着我们，神色柔和了不少，想来是觉得稚子无辜。祖父得意道：“家主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这2个孙儿天资出众，一个是极品木灵根，一个是极品变异雷灵根。风华就是极品木灵根，老天有眼，特意给我送来了继承人啊！”这话一出，家主和长老们脸色骤变。极品丹灵根，还有一休世家最期盼的极品木灵根，他们看向我们的眼神立刻变了，先前的怨气消散，只剩对家族未来的期许，还有藏不住的嫉妒。家主开怀大笑：“好好好，2个孩子天资出众，好好培养，以后必定是我们穆家的中流砥柱。”这场风波就此平息。穆之瑜受了严惩，挨了10鞭灭灵鞭，被急去学堂职位，调去千里之外的分家。家主给了我们1万灵石、5瓶疗伤丹药和1套49根的穆家银针作为补偿。我看着舅舅们听到1万灵石时发亮的眼睛，心里沉默了。小舅舅出手太大方，竟让我觉得1万灵石是小数目，现在才反应过来，这其实是笔巨款。舅舅们加起来恐怕都没这么多。祖父提议让我和弟弟继续在学堂上学，我懂他的维护与苦心，点头应下。当天学堂没在上课，孩子们都被家长接回去安抚了。第2天，我带着弟弟在安博陪同下去学堂。启蒙班换了新老师穆阳辉，胖乎乎的，眼睛小小的，态度和蔼，还把我们调到了第1排。一进教室，班上的小朋友们都怕我，我眼神一扫，他们就低头或挤在一起，像一群胆小的小鹌鹑。我心想，他们胆子也太小了，该多磨练。还是弟弟省心。母亲站在院子门口，眺望学堂方向。祖父安慰他：“别担心，你安博会一直在暗处保护他们的。一放学，你安博就会把人接回来。”母亲摇头：“我不是担心2个孩子，我知道母亲是担心班上的孩子和老师。她总觉得我进启蒙班像一匹狼进了羊群。毕竟我虽只有3岁，却比同龄孩子懂事早熟，做事也果决。”祖父疑惑：“那你是在担心什么？”他解释：“穆阳辉本是教少年班的优秀老师，因伤了灵根才调来启蒙班，是家主特意为我们安排的。”母亲道：“没什么，
风华很懂事，有事情应该能自己处理。母亲说的没错，我不仅能处理自己的事，还能管得住熊弟弟。课堂上，慕寒风没多久就趴在桌上睡着了，还哼哼唧唧说梦话，动来动去，影响老师讲课。我看着他，额头青筋差点爆出，要不是肉多挡着，肯定露出来了。慕阳辉面露难色，显然不好管教我们。就在他纠结时，我抬手一巴掌拍在慕寒风头上，慕寒风猛然惊醒，转头问：怎么了姐姐，要吃饭了吗？我咬着牙，吃就知道吃，给我认真听讲，再在课堂上睡觉，锤死你！他挠挠头，坐直身体，擦了擦口水，总算认真听讲了。中午吃饭时，我看到餐盘里不喜欢的绿色蔬菜，熟练的舀给了不挑食的慕寒风。慕阳辉刚想开口，就被门口的管事叫走了。孩童班和少年班的学生陆续来食堂，坐在我左边的慕弘毅正战战兢兢的吃饭，他比我和弟弟还胖。我转头问他：你的勺子为什么一直抖啊？慕弘毅吓得勺子抖得更厉害。没有啊，没抖。我心里嘀咕，昨天打木之余，真给这孩子留下这么大阴影。突然，一双筷子从慕弘毅头上伸下来，夹住了他的鸡腿。一个声音嘲讽道：死胖子，都这么胖了，还吃这么多。为了你好，我帮你把鸡腿吃了。慕弘毅抬头看到是骄阳班的慕宏宇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这已经不是慕宏宇第一次抢他东西了。就在这时，我踩着凳子跳起来，一巴掌扇在慕宏宇脸上，他转了一圈后摔倒在地，桌椅都被撞翻了。而我顺手夺过他手里的餐盘，平稳放在慕弘毅面前。我冷哼一声，小孩子长肉是福气，抢鸡腿还骂人，今天非得教训他不可。慕宏宇爬起来，气急败坏地吼：打！你给我滚出来！他认出了我，知道家族令的规定，却觉得只是切磋不算违背族令，想趁机教训我。我站在凳子上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不服就拔剑，来打一场。慕宏宇气得双目赤红，想来他都10岁了，早已隐气入体，竟被我一个3岁这儿一巴掌打倒，这让他如何能接受？食堂的骚动很快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慕阳辉快步赶来，正好撞见慕宏宇嘶吼着要和我切磋，他皱紧眉头，厉声呵斥：胡说什么？你几岁他几岁？你已经隐气入体，他才上启蒙班开始认字。慕宏宇委屈不已，立刻反驳：可是他先打我的，脸都给我打肿了。慕阳辉正要继续斥责，突然想起上一任老师就是被我打伤的，瞬间语塞。他定了定神，沉声问我：慕风华，是你先动手打人吗？我还站在椅子上，小奶音脆生生的：是他先欺负我们班的慕弘毅，抢他的鸡腿，还骂我们几个是死胖子的。不是老师你说的我们班要团结吗？他欺负我们班的人，那我帮着打回去不对吗？慕宏宇眼睛都瞪大了，我什么时候骂过其他人是死胖子？你这是诬陷！慕寒风嘴里塞满鸡腿，含糊不清的帮腔：对，肯定对，他好废物，那么大了连我姐姐都打不过。我猜他心里定在自夸，这话说的跟祖父一模一样，倒是现学现用的快。慕阳辉此刻怕是终于明白院长给双倍薪俸的原因了，这钱确实烫手。慕宏宇气得浑身发抖，明明是这个臭丫头偷袭，他趁我不注意跳起来打我的。我心里嘀咕，总觉得他这话在侮辱我，可偏偏抓不到证据。围过来的慕宏宇同班同学大多知道他常欺负小弟子，此刻见他被3岁孩子打飞，只剩鄙夷，哪里还有半分同仇敌忾，反倒低声谴责起他来。慕阳辉耐着性子追问：慕宏宇，那么是不是你先抢人鸡腿并出言不逊的？他心里早有定论，食堂饭菜不限量，慕宏宇偏要抢小孩子的，本就该教训。慕宏宇脸涨得通红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就在慕阳辉要宣布惩罚时，我抢先开口：老师，他抢我们鸡腿骂了我们，我也打回去了，这事就算扯平了。我转头看向慕宏宇，认真道：你欺负慕宏毅不是1次2次了吧？今天来个了断，我们去外面切磋，我要是赢了，以后你见到我就得叫我姐。周围有人憋笑，觉得我小小一团，竟要让大孩子叫姐，又可爱又好笑。慕宏宇只觉受了奇耻大辱，我和你打，别人只会耻笑我欺负小孩子。他总算冷静了些，顾忌着辈分差距。你不敢？我冷笑一声，有何不敢？10岁的孩子哪里经得起激？那就来吧。我冷哼一声，不等慕阳辉反应，直接御空从窗户飞了出去，在外面喊他快点，这一手让全场死寂。慕宏毅惊呼：风华姐，你飞出去了！直接飞出去了。此刻他早已把我当成了老大。慕寒风瞪了他一眼，那是我姐，御空飞行而已，大惊小怪的，我姐早就教会我了。说罢也御空慢悠悠飞出了窗户。慕宏宇脸色煞白，他终于明白，刚才我能一巴掌打飞他，根本不是偷袭，而是实打实的实力。他磨磨蹭蹭走到窗边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大声喊道：风华姐，我输了，我心服口服，你快进来继续吃饭吧，我发誓以后再也不欺负小孩子了。众人都惊呆了，这就服软了。慕宏宇转头扫过围观的人，理直气壮道：我慕家子弟能屈能伸，更是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就不信换你们明知打不过还要去挨一顿打丢更大的脸。风华姐已经会御空飞行，我想我们班还没人会御空飞行吧？我认输，丢脸吗？到最后他竟还带了点引以为傲的语气，风华姐3个字喊得无比顺口。我听着他的话，又闻见食堂里善意的笑声，嘴角忍不住上扬。这样看来，穆家的教养其实还挺好的。我御空飞回食堂，立
立刻被陈辉班的小豆丁们团团围住，叽叽喳喳闹个不停。风华姐，你好厉害呀！风华姐，以后有人欺负我们，你也会帮我们吗？肯定会啊。风华姐是我们班的呢。风华姐，我的鸡腿给你吃，以后有人欺负我，我可以躲你后面吗？他们眼里的惧怕早已消失，只剩满满的崇拜。我笑着一一应下，惹得孩子们欢呼不已。牧阳辉看着被簇拥的我，又看了眼在人群外啃鸡腿，还打算去再盛一份的慕寒风，心中满是震惊。3岁的天才，穆家这是得了2个宝贝。我故意展现实力，毕竟身为修真世家后代，藏拙毫无意义，只有亮出资质和潜力，才能得到更多资源倾斜，尽快提升实力，解除神识空间里小伙伴的封印。而我也清楚，享受资源的同时，自然要为家族担起责任。如今我早已打心底接纳了祖父和舅舅们。之后，我和弟弟的课程有了调整，上午先在启蒙班学1个时辰，再去骄阳班，下午则去青竹班。我们有了几10个年龄从3岁到14岁的同窗，这在穆家是从未有过的事。一开始老师们还担心我们吃不消，结果没想到吃不消的是其他学生。我和弟弟学什么都又快又好，给了他们巨大的压力，逼得所有人都发狂似的追赶。老师们笑得合不拢嘴，直说这是最好的一届学生。时光飞逝，3年转瞬即逝，我和慕寒风已经6岁，提前从学院毕业，要参加穆家筑基期弟子的第1次历练——乾元秘境之行。乾元秘境是南方最大的筑基修士历练地，由穆家联合其他世家宗门看守。出发当天，母亲来广场送我们，她看着人群中最矮却站在最前面的我和弟弟，眼神柔和又骄傲。登上非洲后，我御空而起，因为身高不够，只能从栏杆后探出头，朝母亲挥手示意她放心。母亲笑着点了点头。此次历练有32名筑基弟子，一修20名，其他职业12名，由6长老坐镇，还有管事和核心弟子带队。安博一就在身后不远处跟着。除此之外，家族还派了一位连安博都没见过的暗卫暗中保护我们。小舅舅穆天业也在非洲上，他是搭顺风舟去见师傅，还带了护卫秦正阳。3年前他被师兄追杀，真相大白后，那名师兄被废去灵根，逐出师门，最后死于仇家之手。小舅舅走到我身边，叮嘱道：“此次前去乾元秘境，记得不可轻信于人。我倒是不担心你和寒风的实力，而是怕有人示弱设陷阱。小舅舅，别担心，我会小心的。”我郑重点头，他摸了摸我的头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等你历练完，我会在秘境出口等你。早就说带你们去拜访我师父，他炼制法器用了3年，这几天才出关。我知道他师父是闻名天下的炼器大师，性子随心所欲，法器极少流入市面。非洲速度极快，1日能行3000里。第3日，小舅舅便带着秦正阳与我们告别下了船。第5日，我们抵达乾元秘境入口，已有不少世家和宗门在此等候。他们看到穆家非洲，立刻热情迎了上来，尤其是年轻弟子们，眼神灼灼地盯着我们。他们是来求组队的，毕竟队伍里有一修，安全感和实力都会大增。我没想到，居然有3个队伍同时邀请我加入，这和我预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我本以为他们会因我年纪小而轻视，可现实却是有2个队伍因为抢我，快要打起来了。穆道友当然和我们一队是最适合的，我们这一队有剑修，有阵法师，可攻可守。我们有御兽师，可以给穆道友抓可爱的灵兽。无耻，居然用这种卑鄙手段！那修士气急败坏，拔剑就要动手，显然怕我被对方用灵兽拉拢。我赶紧开口：“别打，别打！我不和别人组队，我和我弟弟组队的，不好意思。”3个队伍不死心追问，确认我心意已决后，才悻悻离去。我盯着他们的背影嘀咕：他们为什么找我组队？难道不会嫌弃我小办事不牢靠？穆宏宇凑过来，带着变声期特有的公鸭嗓嘎嘎笑：“风华姐，你是不是太小看你自己了？你不知道吗？经过那次事情后，我们南部的世家和宗门都知道你的大名了啊！这3年来，他早已成了我的忠实小跟班，还一改往日作风，成了爱护幼小的好孩子。我有些忙，都知道我大名经过哪次事情。”慕寒风在旁边插嘴：“是我姐5岁那次和人打架，追了人1000多里，把人打成猪头，然后被人传言是小恶魔的是吗？”穆宏宇摇头：“不是，不是，那人是我们穆家世交陈家的人，他来我们穆家，自己嘴贱，活该被风华姐打。那人都12岁了，被5岁的风华姐追得像狗一样，还好意思回去告状。”慕寒风又问：“那是前几个月我姐给人治病，我姐把那人20处骨头都打折，被人说是心肠恶毒，不是行医的事。”穆宏宇继续摇头：“也不是这个事，那人活该，他来求诊，治好了不想给钱，反而诬陷风华姐想讹一笔钱，被风华姐打成那样，我觉得还是轻的了。”慕寒风挠挠头：“那是啥？总不能是我姐上次暗中收了人3倍诊费，让我们不许声张的事。”他话没说完，我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，打断了他。这弟弟有时候真的不宜久留。穆宏宇也沉默了，想来是觉得慕寒风挨揍纯属活该。学院里但凡喊我姐的，都被他按着头打过，美其名曰只能我一个人喊姐，其他人得喊
风华姐，区分开，可没人打得过他，毕竟他资质逆天，任何剑招看一遍就会，就算是学剑的弟子也不是他对手。我催道，到底什么事？穆宏宇立刻换上骄傲的神情，就是上次组里举办的医术比拼，家主邀请了一些宗门和世家来观看，结果是你力压群雄，大放光彩，而且你的年龄还是参加比赛中最小的。我恍然大悟，几个月前家族10年一度的医术比拼，30名参赛医修里，我以6岁之龄拔得头筹，确实震惊了不少人。说起来，我当时参赛也是为了丰厚的奖励。刚才找风华姐你组队的那几个人，都是上次来观看比赛的，他们慧眼识珠，当然都想找你组队。不过有我和寒风哥在，哪里用得着他们？穆宏宇越说越兴奋，我没再说话，转头看向山谷口的空地，那里已经摆起了不少摊位，俨然成了临时小集市。穆宏宇解释，每次秘境开启前和关闭后，都有修士在这摆摊。开启前卖东西给要进秘境的人，关闭后就收购秘境里带出来的宝贝，没有中间商，价格很划算。穆寒风立刻追问，会有吃的卖吗？我简直无语，这熊弟弟眼里永远只有吃的。有，穆宏宇答道。穆寒风刚要拉我去，就听穆宏宇补充，丹药，这个能吃。穆寒风动作一僵，眼神危险地看向穆宏宇。穆宏宇吓得一哆嗦，躲到了我身后。我也是服了，他就是又菜又爱撩拨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传来嗡鸣声，一道道流光快速靠近，是一群御剑而来的修士，是天剑宗的人。穆宏宇认出了他们，我知道剑宗弟子向来御剑出行，这对他们的剑道修行有帮助。安博在我身后轻声说，为首那个孩子是天剑宗的少宗主裴锦瑜，年仅8岁，唯有他的剑光是金色的，资质绝佳，与小小姐和小少爷不相上下。我看过去，天剑宗弟子都穿着浅蓝色镶白边的利落法衣，腰间腰带颜色各异，为首孩童脚下是金色剑光，其他人皆是银色。他虽只有8岁，眉间却有着不符年龄的沉稳冷漠。穆宏宇瞪大了眼，不会吧？这少宗主的资质能和风华姐、寒风哥不相上下？我不信，我风华姐才是最厉害的。安博没再多说，但我知道能被他如此评价，裴锦瑜定然不简单。听说他是极品变异冰灵根，天剑宗清泉宗资源栽培，是要将他打造成第2个剑神。天剑宗的人到后没多久，六长老就派人来叫我了。我带着穆寒风过去，果然看到裴锦瑜站在六长老身边。他皮肤白皙，小小身子挺得笔直，剑眉下是狭长漆黑的眸子，轮廓分明，周身透着清冷气息，确实是仙姿玉貌。他也在打量我和穆寒风，想来也早听过我们的名声。裴锦瑜旁边站着一位眉头皱成8字的老者，我认出他是天剑宗大长老裘文德，上次医术比拼他也在场。裘文德看到我，脸上挤出慈祥的笑容，见过裘长老，见过裘长老。穆寒风毫无感情的复述，想来是怕被我揍，刻意表现得懂礼貌。风华啊，好久不见。裘文德语气带着明显的殷勤，我立刻断定这老头肯定有求于我。是这样的，我想请你和我们少宗主组队。裘文德开门见山，裴锦瑜对天剑宗太过重要，容不得半点闪失，有我这个医术最高的筑基弟子在，才能放心。我转头看向六长老，他无声地比了个口型，10010，我不动声色点头，成交。这3年来，大家也该摸清我的脾气了，原则性问题绝不退让，但非原则性的事，用钱就能改变主意，要是不行，那就是钱没给够。至于我攒钱干什么，暂时还没人知道。那么裴道友，接下来请多多关照了，谈好报酬。我脸上露出笑容，客气地对裴锦瑜说。裴锦瑜看着矮他2个头的我，一本正经的样子，想必觉得很可爱，但他依旧面无表情，只是淡淡拱手。穆道友，多多关照。我们的队伍就此多了1员。进入秘境前，六长老给我们发了个法器，能确保随机传送时，我们4人被传送到同一个地方。晚上，我在帐篷里打坐，穆寒风去小集市逛了，大黑缩在我身边，打了个哈欠问，风华姐，我的同族还多久能出来啊？大黑当年找上我，是因为察觉到我神魂中有他同类的气息，后来和穆寒风签了契约，也知道了封印的事。他虽是幼崽，却已孤独漂泊500多年，格外渴望同类陪伴。我思索着回答，也许10年后可以。大黑立刻开心地昂起脖子，那很快了，太好了。对寿命漫长的他们来说，10年不过转瞬，可我却觉得无比漫长，而且10年恐怕只能解开最简单的封印，没法救出所有小伙伴。翌日凌晨，外面传来喧闹声，前缘秘境要开启了。我和穆寒风走出帐篷时，穆宏宇和裴锦瑜已经在等我们了。我们拿着木牌去排队，队伍格外引人注目。最大的穆宏宇也才13岁，但没人敢轻视我们。裴锦瑜眼角余光瞟了我一眼，我隐约感觉到他在心里暗下决心，要保护好我这个柔弱的一休。进入秘境前，六长老特意叮嘱穆宏宇和穆寒风，记得保护好风华。还有，
遇到同族记得守望相助，如果遇到和我们穆家交好的世家和宗门弟子，有能力的前提下搭把手。穆宏宇郑重点头，六长老您放心，我知道的。穆寒风只是淡淡点头，没多言语。六长老仍不放心，转头对我交代，先保全自己，遇到同族有难，有能力的情况下记得一定要出手相助。会的，六长老放心，我应下承诺。他这才松了口气，告别六长老和安博，我们4人踏入前缘秘境淡蓝色的微光入口，身影瞬间消失在他们视野中。我能猜到安博此刻定然满心担忧，这几年他早已把我和弟弟当成亲晚辈疼爱，从未与我们分开过。一阵眩晕和失重后，双脚终于踩实地面，眼前已是一片陌生的雨林，参天绿树遮天蔽日，旁边的花朵形状奇异，硕大无比，其中一朵淡黄色的花，花茎粗的要2个成人手拉手才能圈住，花瓣大到能睡下一个人。穆寒风盯着那花，眼里满是禅意。这花有花蜜吗？能吃吗？能吃的话应该很甜吧。穆宏宇也新奇不已，这么大的花肯定有花蜜，我们上去看看。我看着跃跃欲试的弟弟，只叮嘱了句小心些。穆寒风应声，抱着花茎就往上爬，穆宏宇紧随其后。没多久，上面传来穆寒风的声音：姐，里面有花蜜，很粘稠很香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吃，有没有毒。他虽是吃货，却也记得等我确认无毒才敢下嘴。我听罢，也抱着花茎爬了上去，裴锦瑜则留在下面，警惕地观察着周围。爬上花蕊，我看着那散发着清甜气息的粘稠花蜜，用手指蘸了点闻了闻，仔细辨认后确定没有毒，可以吃，而且还可以制药，我们可以多采点。穆寒风立刻从储物袋里掏出瓶子准备装，可就在这时，巨型花朵突然猛地合拢花瓣，啪的一声，把我、穆寒风和穆宏宇关在了里面。裴锦瑜瞳孔骤缩，拔剑就要砍向花茎，我赶紧从花瓣缝隙中钻出小脑袋，朝他摇头，没事的，这花其实无毒。花瓣合拢是因为我们触摸到了他的花心。他愣愣地看着我夹在花瓣间的脑袋，半晌才放下剑。我跟他说完，又缩了回去，花瓣再次紧紧合拢。没等片刻，我又钻出来补充：裴道友，你也可以收集一些，这个花蜜可以制药，价格不会低的。裴锦瑜点头道谢，也爬到旁边另一朵花上采集。我们几人像勤劳的小蜜蜂，把周围的巨型花蜜都采收完毕。刚收拾好，不远处就传来脚步声。我站在花上往下看，一对修士正快步走来。他们看到我腰间的穆家玉佩，立刻认出穆家的人。穆寒风也钻了出来，冷眼看向他们。那对修士见我们俩长得极为相似，瞬间反应过来，是穆家那对天赋极好的双生子。裴锦瑜掀开花瓣站在花上，可那些修士压根没理会他，只盯着我和穆寒风，眼神闪烁，像是在打什么坏主意。为首的修士挤出和善的笑容，轻言细语地问：小道友，你们是找到了什么好东西吗？穆寒风不耐烦地吐出一个字：放。那几个修士一愣，显然没明白。穆宏宇钻出来禁止解释：我寒风哥让你们有屁快放。他看向那些人的眼神满是鄙视，怕不是真把我们当普通6岁小孩好骗。修士们的脸瞬间涨成猪肝色，我懒得理会这些实力和心智都堪忧的菜鸡，哧溜一下从花上滑下来，招呼裴锦瑜该继续出发了。穆寒风和穆宏宇不用我多喊，立刻跟着下来，跟在我身后。那对修士见我们直接无视他们，顿时涌上屈辱感，为首的大喊：站住！我依旧没回头，倒是走在最后的裴锦瑜突然拔剑转身，反手一剑挥出，金色剑气呼啸而过，凌厉的仿佛要展开空气，在地面划出一道深深的痕迹，从修士们中间穿过后，掀起的罡风刮得他们脸皮生疼。是裴锦瑜，他们终于从金色剑光认出了他的身份，脸色愈发难看，眼中多了几分惧意。天剑宗少宗主的名声，他们可不敢招惹。就在这时，我敏锐地听到了异样声响，又抽动鼻子闻到了危险的气息，脸色瞬间凝重，朝众人大喊：快跑，有危险！说完，我迈开小短腿就往前狂奔。穆寒风和穆宏宇二话不说跟着跑，弟弟永远听我的。穆宏宇这个忠实小跟班也不例外。裴锦瑜愣了一下，也快速跟了上来。秘境中不能御空飞行，只能靠双腿狂奔。他跟在后面，看着我倒腾的快出残影的小短腿，估计都看呆了。后面那对修士起初还沾沾自喜，以为我们是怕了他们，直到有人瞥见身后的景象，喃喃赞叹：好闪，好漂亮，那是什么？为首的修士回头一看，瞬间惊得张大了嘴。黑压压一片五彩蝴蝶腾空而起，每一只都巨大无比，翅膀足有3个成年人身高那么长，飞舞时翅膀上的鳞粉散发着淡蓝色幽光，美得摄人心魄。逃，快跑！他发出杀猪般的叫声，也朝着我们的方向狂奔。修真界的铁律就是越美丽的妖兽越危险。裴锦瑜转头瞥见那些遮天蔽日的蝴蝶，忍不住问：穆道友，那是什么？是一种很危险的妖兽吗？天剑宗给的秘境图鉴里并没有这种妖兽的记载。我边跑边解释：那是五彩鳞蝶，身上的鳞粉有剧毒，接触后会让人皮肤溃烂，吸入鳞粉会让人致幻、呕吐、损伤内脏。穆
宏宇在旁边追问：“能治吗？”“能。”我点头。“那为什么我们要跑？”他不解。在他看来，这点毒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要花很多药材，那些药材很贵，很贵，大概治一个人要花2万灵石的药材。我语气认真地说：“穆宏宇哀嚎，我擦，这么贵，卖了我吧，也许凑得够2万。他一个穷贱修，2000灵石都拿不出来，而且那个磷粉造成的皮肤溃烂，就算治好了也会留疤。想要去掉疤痕，要花更多的钱。”我撇了撇嘴。穆宏宇下意识问：“花多少？”“大概把你卖10次吧。”我估算着回答。穆宏宇、裴锦瑜听着我们的对话，表情又一次呆滞了。他大概没想到，我狂奔的原因居然是怕花钱，怕留疤。身后传来凄厉的惨叫声，显然那对修士已经被五彩灵蝶追上，中了毒！快跑，快跑！一听就好痛啊！穆宏宇吓得催促起来，生怕自己也落得浑身溃烂的下场。我却忽然停下脚步，转头看向后面，脸上露出怜悯。医者仁心，我作为一名医修，怎能见死不救呢？穆寒风在旁边冷不丁冒出一句：“要是他们诊费不够呢？”我立刻收起怜悯，义正言辞道：“他们刚才妄图哄骗我们，现在中毒是他们罪有应得。”穆寒风没说话，默默掏出小瓶子，喝起了刚才采集的花蜜。穆宏宇赶紧拍马屁：“对对，风华姐说的都对。”裴锦瑜无语，我能感觉到他看我的眼神变了，大概是发现我这白白嫩嫩的外表下其实是个软糯的黑芝麻汤圆，但我隐约觉得他好像觉得我更可爱了。裴锦瑜看着漫天五彩灵蝶，问道：“穆道友，这五彩灵蝶可有破解之法？”他莫名觉得我一定有应对之策。我解释道：“这五彩灵蝶的灵粉无孔不入，就算修士开了护身罡气也没有任何作用，除非是修为极高的修士，一剑有开天辟地之势，剑气能形成强烈的罡风风暴，将这些五彩灵蝶全部搅碎，且控制罡风的风向，将五彩灵蝶的尸体和灵粉以摧枯拉朽之势全部吹得很远才行，否则哪怕是残留一点点的灵粉也是很危险的。”穆宏宇啧舌，这得是安博那样的修为才能做到，可这种级别的修士根本进不了前缘秘境。裴锦瑜也微微蹙眉，他现在的实力还做不到一剑摧毁蝶群，但是应该还有其他办法。我盯着周围的巨型花朵思索着，五彩灵蝶尤为喜欢花粉花蜜，虽然是4级妖兽，但本身没有任何战斗力，主要是它们身上的灵粉毒性很强。有了，我指挥穆寒风，只砍一半就行，省力点。他二话不说爬上花开始砍，穆宏宇也跟着勤快动手，完全不问缘由。裴锦瑜边砍边问我目的，那些五彩灵蝶，我没猜错的话，其实是在追我们。我拿出剑快速砍着花瓣，语速飞快。五彩灵蝶想吃花蜜，但是这些花一旦被触碰到花心就会自动合拢，我们能钻出来，没有任何战斗力的五彩灵蝶却不能，它们很可能会被一直关起来，最后成为这些花朵的肥料，所以它们想吃但不敢碰，看到我们采集了就想从我们这里获得花蜜。穆宏宇震惊，这些五彩灵蝶还想打劫我们，但是我们的花蜜放在储物袋啊，他们怎么拿得出来？我没多解释，只道这就是人脑子和妖兽脑子的区别。他愣了愣才反应过来，我大概是在阴阳他傻，可他没证据，只能继续吭哧吭哧砍花瓣。后面那对修士慌不择路追了上来，模样狼狈至极，脚步踉跄，有人眼神涣散，脸上起了密密麻麻的红色肿包，嘴里不停惨嚎。我朝他们喊：“你们需要治疗吗？五彩灵蝶的粉有剧毒，会让人皮肤溃烂、致幻、呕吐，损伤你们的内脏，如不及时治疗，会伤到你们的根基。”他们一听会伤根基，脸色大变，忙不迭喊着：“需要，需要，求穆姑娘救命！穆姑娘大人有大量，还请穆姑娘出手相救。”我让他们先往前跑，等我们砍完花瓣就跟上。跑了一段回头看，黑压压的五彩灵蝶果然全部扑向那些被砍了花瓣的巨型花朵，争抢着不肯离去，早已顾不上追我们，跑出这片区域，周围没了巨型花朵，我们才停下。那对修士眼巴巴地看着我，我啧了声，先说好，我医治人，价格童叟无欺。这种五彩灵蝶的灵粉剧毒，要用到10几种价格不菲的药材才能治好，一人收3万灵石，愿意治就治，不愿意就算了。穆宏宇在旁边帮腔，就是照我说，就该丢下你们不管的，刚才还想哄骗我们，我风华姐以德报怨，你们也配吗？是我穆家家训正直，更是我风华姐医者仁心，不忍见你们这么受苦，才愿意医治你们，你们拿什么报答啊？裴锦瑜在旁边默默想着，我治疗一人的药草成本要2万灵石，诊费只赚1万，对这群曾想哄骗我的人来说，真不算贵。我可真是善良。那对修士一共5人，有人已经中毒脱身产生幻觉，正拿头撞地，头破血流。为首的修士急切大喊：“穆医师，刚才是我们多有得罪，还请穆医师不计前嫌医治我们，诊费是我们应出的，且这份恩情我们永记于心。”说完，他率先掏出一堆灵石堆在地上，其他修士也赶紧掏钱，生怕我反悔。那个致幻的修士被同伴晃醒，也连忙掏了钱。
穆红宇眼疾手快，把零食全部收起交给我。作为忠实跟班，眼力见必须到位。我收了钱不含糊，拿出熬药的大锅和药材，吩咐穆红宇生火。半个时辰后，我搅拌着药汁说：“喝一碗这个药汁，剩下的涂抹全身。1个时辰后，毒就解了。”修士们争先恐后围上来，穆红宇帮忙盛药，我坐到一边喝水，心里算着刚入账的15万零食，打算晚些给穆红宇分点辛苦费。裴锦瑜坐到我旁边，低声夸赞：“穆道友，没想到你还愿意出手救他们，而且才赚他们1人1万零食。穆道友，你真的是医者仁心，高洁如莲。”我沉默了下，觉得有必要提醒这位过于正直的天剑宗少宗主，谁说我赚他们1人1万零食的？裴锦瑜一怔，可是之前你说的，大概治1个人要花2万零食的药材啊。我压低声音，我们是自己人，我才和你说句实话，是所有药材成本2万零食。裴锦瑜瞳孔一缩，瞪大眼睛看着我，我说的是大概，是比较有余地的。做人呢，最主要是要给自己多留转圜的余地，不管说什么做什么，都不要那么绝对。我认真提点。他沉默片刻，郑重道：“受教了。”我欣慰点头，孺子可教。裴锦瑜天资好，可太过正直不懂变通，在修真界容易吃亏。穆红宇在旁边听完，心里乐开了花，也就他最了解。我医术高是真，收费黑也是真。穆寒风冷冷瞥了眼裴锦瑜，又收回目光。姐姐说：“大概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有水分了。”可姐姐居然特意给裴锦瑜解释，还提点他。他心里莫名有些不舒服，甚至闪过杀了裴锦瑜的念头。但我一句：“寒风，花蜜别直接喝完了，回去姐给你用这个花蜜熬汤，口感更好。”就让他眼底的阴翳瞬间褪去，咧嘴答应。好，1个时辰后，修士们彻底痊愈，皮肤上的脓包消了，头晕呕吐和内脏灼痛的感觉也没了。他们对我感恩戴德，羞愧于之前想哄骗我们的行为，一个劲夸赞我医术高超，医德高尚，谢了又谢才离去。穆寒风看着他们的背影，默默掏出一枚绝云月莲果啃了起来。这果子1000零食一枚，清甜多汁，还能运养经脉，我只要遇到就会买给他。裴锦瑜看了他一眼，他立刻把果子往怀里护了护，这是姐姐买的，谁也不给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我看到有用的药材就停下来挖。穆寒风、穆红宇和裴锦瑜在旁边警戒。风华姐，快看，前面有一圈旋风！穆红宇忽然喊道。我抬头望去，前方广阔的碧绿平原上，一道凌厉的罡风围成巨大的圈，圈住了一块空间。穆红宇捡起一块石头扔过去，石头瞬间被罡风搅碎。他倒吸一口冷气，这是什么妖风？威力也太大了！透过罡风，能模糊看到里面空地上似乎有药材，这似乎是一个阵法。裴锦瑜不确定地说。我有些惊讶他的眼界，这确实是个上古阵法，冷门且早已失传，学院给的前元秘境图鉴里根本没提到过。裴锦瑜也很疑惑，他只在天剑宗藏书阁秘当中见过相关记载，之前进入秘境的师兄们也从未提过。先是五彩灵蝶，再是上古阵法，这次前元秘境之行似乎非同寻常。可秘境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些变化？我和裴锦瑜都找不到答案。穆红宇围着那圈罡风转了一圈，抬头打量，这飓风也就10多丈高，飞上去就能避开吧。可秘境不能预见，也没大树能攀爬，里面是不是有好东西，才设了这阵法？他满是疑问，却没等来答案。我盯着眼前的罡风，微微蹙眉。我知道这阵法的名字，也懂破解之法，可心中的疑惑越来越重。进入秘境前，家族给的所有信息里都没有五彩灵蝶和这个阵法的记载。这次的前元秘境到底为什么和以往不同？姐，能破吗？穆寒风凑到我身边，眼里满是好奇。能破，我轻描淡写的回答，让裴锦瑜心中震惊不已。我蹲下身查看周围的土质和石头，解释道，这阵法名为裂空罡风阵，阵基在周围天罡8点，按8卦方位布置。我报出西北、西南等8个方位，让他们分头寻找阵基。穆寒风立刻在北位撅着屁股刨土，穆红宇也掏出小锄头动手。裴锦瑜看着两人的工具，有些发怔，他的储物袋里没有小锄头，他们常帮我采药，小锄头是必备工具。我看穿他的窘迫，从储物袋里拿出一把递给他，这是我小舅舅给我打造的，他比较有钱，你懂的。这小锄头的把柄温润，锄刃是年份久远的玄铁所铸，锋利异常。裴锦瑜接过，眼神莫名的瞟了眼刨地的穆红宇，我秒懂他的意思，悠悠道，这一把药锄大概能买15个穆红宇。说完，忍不住笑了出来。没想到冷面的裴锦瑜还有点冷幽默，裴锦瑜也笑了，这种无需多言的默契，让我对他的感官更好了。穆红宇听到自己的名字，转头问，风华姐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没有，你继续挖。我忍着笑摆手，心里想着，穆红宇居然成了计量单位。1个多时辰后，我们终于在8个方位都挖到了，陈旧却仍有灵韵的小法器。风华姐，是直接把这些法器拿起来就能破阵吗？穆红宇对阵法一窍不通，谨慎地问。我摇头，从储物袋掏出8个属性不同的小法器，按相克属性一一投放。当最后一个法器落下，阵基上的旧法器发出蓝光，伴随着嗤嗤声，光芒很快消失，那圈罡风也渐渐减弱，最后化作清风散去。裴锦瑜深深看了我一眼，
他只知我医术不凡，却没想到我还精通失传的上古阵法，甚至随身携带破阵所需的法器。中间有个破箱子，穆宏宇谨慎地走上前，没敢贸然触碰。那是个破烂的木头箱子，所已经风化得看不清样子，这看起来有些年头了。上面原本有阵法纹路维稳，只是灵力耗尽了。我伸手碰了一下，箱子瞬间风化消散，只留下一个锈迹斑斑的小铁盒。这能直接上手吗？穆宏宇依旧谨慎，以前他莽撞碰东西，手心溃烂2次，手臂骨折3次，早就学乖了。我上前检查了下，伸手去拿铁盒，可他纹丝不动，还掉了一地锈尘。裴锦瑜见状，以为我身为一修力气小，开口道：“我来。”可他也没能撼动分毫。穆寒风像拔萝卜一样试了试，同样无果。我们都往后退一些，我让大家退后，拿出一根绳子绑在铁盒底部，往外拉了拉。在几人震惊的目光中，铁盒连同下面的地皮一起被拉动。原来这铁盒连接着一块巨大的铁板，我们一直站在铁板上，难怪拉不动。穆寒风和穆宏宇立刻上前帮忙，裴锦瑜也紧跟其后。厚重的铁板发出吱嘎的摩擦声，被我们缓缓拉起，下面露出一条暗黑幽深的阶梯。裴锦瑜从储物袋拿出一块原矿石扔进去，矿石滚动时发光，越往暗处越亮，照亮了阶梯的全貌。两边石壁光滑，尽头的石室深处透着隐隐白光。我走前面，穆宏宇走最后，裴锦瑜拦住想率先下去的我，把我护在中间，才安心迈步。我跟在他身后，心中思索，这入口的布置透着股恶性趣味，而且这个风格莫名有些熟悉。阶梯不长，我们很快走到尽头，进入一间空旷的石室。石室中间的石桌上放着一个精致的玉盒，上面流光溢彩，裹着一圈繁复的符文暗影，散发着淡淡的黄色光芒，上面有禁制，而且是上古禁制。裴锦瑜低声道：“这是九玄封天禁，利用地之力，贸然碰触会自爆，很危险，能碰吗？”穆宏宇谨慎地问我：“别碰，很危险。”裴锦瑜立刻劝阻，可我心中却掀起惊涛骇浪。这个禁制我也会解，它和裂空罡风阵一样，都是早已失传的上古技法，却偏偏都出现在我面前。我一直笃信世上没有巧合，一切都是必然。我们不能碰，能隔空包起来带回去吗？穆宏宇往后退了2步，打量着玉盒。不能。裴锦瑜打消他的念头，正要详细解释禁制的危险，却见我已经伸出手去碰触玉盒。危险！他脸色大变，想要阻止，脚步却僵在原地。我熟练地打出一套手诀，青翠色的灵力缓缓溢出，附上玉盒上的符文暗影，黄色光芒渐渐消失，符文暗影也随之退去，玉盒的灵韵骤然绽放，化作点点白光消散。穆宏宇瞠目结舌，他总以为已经摸清了我的上限，可我总能一次次刷新他的认知。穆寒风却一脸淡定，在他眼里，姐姐永远是最厉害的。裴锦瑜半晌说不出话，直到我拿起玉盒，他才轻声问：“穆道友，你为何会破上古法阵，又为何会解上古禁制？”“我师父教的。”我脸不红心不跳的找了个借口。我师父不喜喧闹，只会暗中教导我，谁也没见过他，我母亲也不例外。裴锦瑜的疑团瞬间解开，心中感叹我天资过人，还有高人相助。他虽好奇我师父的身份，却没有多问。我打开玉盒，一个红色小球浮了出来，散发着柔和的红光。这是什么？穆宏宇疑惑皱眉，似是火晶。裴锦瑜不确定，火晶的灵韵不该如此温和。话音刚落，那红色小球突然猛地钻入我的眉间，消失不见。一切发生得太快，裴锦瑜脸色大变，下意识拔剑，满心懊悔没保护好我。穆宏宇也吓傻了，嘎嘎大叫：“怎么办？风华姐，你怎么样啊？”唯有穆寒风一脸淡定，双生子的特殊感应让他知道我不仅没事，还很愉悦。姐姐没事，等着。他嫌弃地看了眼乱叫的穆宏宇。裴锦瑜依旧担忧，穆道友真的无事？无事。穆寒风不耐烦地回应。裴锦瑜只当他在责怪自己，心中更愧疚了。这时穆寒风感觉到灵宠袋里大黑的躁动，把他放了出来。大黑一出来就兴奋地看向我，他感应到了同族的存在。他以为我之前说10年后解封是骗他，现在是给他惊喜。火晶钻入我的神识后，便静静不动，能量饱满温和，没有一丝不适。我又惊又喜。第一个封印里的伙伴严禁，原身是3族金乌，他苏醒正需要大量纯净火系力量，进入秘境后的一切太过巧合，但此刻容不得多想。我立刻凝神静气，调动全身灵力，借助火晶的能量冲击封印。这些年的积累加上火晶的助力，封印水到渠成的缓缓解开，神识的桎梏褪去一层。我清晰地感觉到严禁在苏醒，眼泪瞬间弥漫眼眶。原以为再无相见之日，没想到今日就能重逢。穆寒风感受到我的激动，按住了脚下疯狂刀他裤脚的大黑。裴锦瑜紧张地注视着我，穆宏宇则瞪大眼睛看着我周身泛起的淡红色光芒。下一刻，一只浑身羽毛如赤焰燃烧的3族金乌凭空出现，炽热的火浪让周围空气扭曲，尾鳞拖曳着流火轨迹，金色瞳孔灼灼地看着我。严禁！我的声音有些哽咽。3族金乌红光一闪，化为人形，剑眉斜飞入鬓，凤眸如寒星淬火，一身火红广袖长袍，腰间悬着羊脂白玉佩和赤金短刃，俊美的近乎凌厉。他眼里满是重逢的惊喜，嘴角却勾起毒舌的笑。风华，原来你幼崽的模样是这样啊！
是个小胖子。他环视一圈，补充道：“你还是这里最矮的那个啊！”我眼里的泪瞬间憋了回去，拳头都硬了。这家伙还是一如既往的欠揍。不等我反驳，严禁脸色突变，吐出2个字：糟糕。红光闪过，俊美男子消失，原地只剩下一只大白鹅，和大黑长得一模一样。小豆豆眼里满是懵懂无措的叫了2声。我愣了愣，才反应过来，严禁和我一样等同重生，之前化形只是暂时，现在变回了幼崽形态，得重新修炼。3族金乌幼年都会选不起眼的形态自保，严禁定是受了大黑影响，才无意识选了鹅的形态。行了，别生气了，你是重新修炼，很快就能恢复成年形态的，你的后辈在呢，注意点形象。我忍不住笑起来。严禁气呼呼地扇着翅膀瞪了大黑一眼，又啪啪跺了跺脚蹼。严禁，这是大黑，我觉得你可以暂时改名大白。我故意逗他，严禁忍不了，扑棱翅膀就朝我冲来。我熟练的一把揪住他的脖子，前世就常这么收拾他。我转头对呆滞的裴锦瑜道：“裴师兄，今天的事还请你保密。”一定。裴锦瑜眼里闪过一丝窃喜，一口答应下来。慕寒风看着我手里的大白鹅，露出了笑容，他定是开心我也有了和他一样的鹅灵宠。穆宏宇则在心里疯狂嚎叫，显然被3族金乌的真身震撼到了。大黑开心地围着严禁转圈圈，严禁却嫌弃的不行。大黑这种名字实在难听，给他取个好听的名字。严禁道。大黑更开心了，可严禁补了句：“等他成年后。”大黑瞬间如遭雷劈，委屈的叫着。我们离开石室时，石室突然坍塌，铁板与大地融为一体，再也看不出入口痕迹。裴锦瑜看着平整的地面，眼神复杂，想来是在疑惑秘境的疑点。路上我们采药，摘灵果，一路安稳。天色渐暗时，前方出现紫色光芒。穆宏宇惊呼：“是图鉴记录的荧光巨魔！”是，而且是很大一片。我点头，小的荧光巨魔可以吃，味道还很好。慕寒风立刻接话，大的荧光巨魔可以吃我们。裴锦瑜面无表情地补了句。我心想，天剑宗弟子怕不是都擅长板着脸讲笑话，找找看有没有无玉果，一枚可卖2万。我提醒道，无玉果附生在荧光巨魔的藤蔓上，药用价值极高。这话一出，慕寒风、慕宏宇和裴锦瑜都动了心，飞快地朝荧光巨魔林跑去。我笑着迈开小短腿跟上，可刚到林前，就被一队修士拦住了去路。哪里来的小屁孩，快滚！这里我们包了，不想死就快滚！他们拔出剑，大声喝骂着，不让我们再前进一步。慕宏宇一听这话就怒了，这又不是你们家的，凭什么啊？为首的修士冷笑，快滚！修真界本就是弱肉强食，谁有实力谁抢夺资源，我们没有杀了你们已经是我们仁慈了。慕宏宇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，他等的就是这句话，所以谁强谁强，对不对？那修士没把我们几个孩子放在眼里，只当我们孱弱可欺。可他刚念头落下，慕宏宇就拔剑攻了上去，剑气凌厉刺眼，动作快得惊人，枪长剑交接，那修士踉跄后退，手都在发抖，显然没料到慕宏宇身手这么好。裴锦瑜也拔剑了，天剑宗弟子从不恃强凌弱，但遇无理抢夺绝不退缩。慕寒风跟着冲上去，脑子里就记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对方6个修士都是筑基期，可一交手就慌了。金色的剑光是天剑宗的少宗主裴锦瑜，为首的修士吼得破音，看清我和慕寒风的脸后，更是彻底绝望。他认出了穆家双生子，别打了别打了，我们认输，是我们的错，我们立刻滚！他边喊边后退。晚了！慕宏宇一脸冷酷，不是你说的谁强谁抢吗？可剑刚到那修士面前，他突然滑跪在地，放下剑求饶：“大侠，我们错了，我们愿意奉上买命钱。”慕宏宇懵了，没遇到过这么不要脸的。紧接着，其他修士也纷纷滑跪，求饶的理由一个比一个离谱。大侠，我家里上有80老母，下有8岁小儿嗷嗷待哺，求放过啊！大侠，我师父年岁已高，行动不便，出行吃饭都得靠我们师兄弟啊！求放过！大侠，我养了一只极为瘦小虚弱的灵宠，如果我这次回不去，它就饿死了。大侠仁义，求放过啊！大侠，我窗台上种植了一朵草药，体弱多病，需要每日浇灵泉水啊！如果我回不去，它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啊！求放过啊！我听着这些话，忍不住好奇他们是哪个宗门的。你们是哪个宗门的弟子？为首的修士连忙回答，在下是元宝宗首席弟子骆金玉。裴锦瑜在我身边低声解释，元宝宗是个很小的剑宗，就一个宗主和几个弟子，曾经来我们天剑宗打过工，也借过钱。慕宏宇小声总结，就是这宗门又小又穷呗。骆金玉陪笑着，少宗主，您看，都是误会，误会。我们师父和天剑宗大长老有救，您看，把我们几个当个屁放了，可行？裴锦瑜转头看我，我忽然问，你们都是你们师父捡来养大的，你们的名字都是你们师父取的，能说说你们的名字吗？几个弟子面面相觑，还是报了名字。我是骆金玉，我是骆万贯，我是骆聚财，我是骆宝成，我是骆财胜，我是骆复原。我沉默了。这位元宝宗宗主对钱财的渴望，简直具象化到不忍直视。好了，你们走吧。我摆了摆手，又调侃道：切记以后不要以貌取人，不要看他们几个小，但是他
打出来，以后遇事先观察，不可轻举妄动，有十足把握再下手，否则你们那体弱多病的草药就没人照顾了。骆金玉几人连忙道谢，跑得飞快。裴锦瑜笑着说：“牧师妹，谢谢你了。”谢我什么？我不解。谢谢你放过他们。元宝宗的宗主人不错，想来弟子也不会是大奸大恶之人。我笑了，不必谢我。其实看得出来他们本性不坏。进入荧光巨魔林，巨大的蘑菇高耸入云，散发着悠悠紫光。莫寒风已经蹲下来掰小蘑菇，这种蘑菇肉质厚实，味道鲜美。小心一些，大的蘑菇有些会散发孢子粉，吸入会胸口剧痛，四肢僵硬。先服下解药吧。我掏出瓷瓶，分给3人各1枚褐色丹药。服下后，我们开始寻找无玉果。无玉藤附生在巨魔上，散发青色光芒，极易辨认。果子1枚能卖2万灵石，找了1个多时辰，我找到2枚，穆红雨3枚，裴锦瑜2枚，穆寒风1枚。裴锦瑜把他的2枚递给我，牧师妹，送你，这个在你手中价值更大。不用，你自己留着。我拒绝。进来秘境也是我们自己赚钱的好机会，但若不是你提供解药，我也不能放心找果子。他坚持，那我收购吧，2万灵石1枚，如何？我不想欠人情。裴锦瑜收下4万灵石，就看到穆寒风跟我讨价还价。姐，裴锦瑜你都给的2万灵石1枚，那给我多点啊，我这枚也很大，给我2万2，没人家裴师兄的大啊。给你2万1，他是外人，我是你弟弟，你不给我2万2，那我要在地上打滚闹了啊。我嘴角一抽，还是给了他2万2，当着外人面这么说，实在羞耻。这一夜，我们在巨魔林边缘露宿，穆红雨搭帐篷，裴锦瑜生火，我煮蘑菇汤，莫寒风则抓紧时间掰小蘑菇。一夜好眠，第2日继续出发，越往前走越炎热，大黑和严禁都要求出了灵宠带，溜溜达达跟在我们身边。走了约莫1个时辰后，前方的景象让我们都惊住了，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沙漠，炙热的气息扑面而来，瞬间让人燥热难耐。前缘秘境，以前没有沙漠的吧？穆红雨疑惑道。没有，裴锦瑜肯定回应，这片沙漠也是此次秘境的异变之一。我正思索着，走在前面的大黑突然发出惨叫，低头一看，一条五彩斑斓的蛇从沙里钻出来，咬了大黑一口。它扑棱着翅膀疯狂甩脚，我上前揪住它的脖子，平静地扯下蛇，大黑脖子一耷拉，晕了过去。有毒，我面无表情地说，给大黑塞了粒解毒丸。他很快悠悠转醒。裴锦瑜指着远处绿色带刺的植物，那是念翅树，结的念翅果能吃，但这是西部特有植物，秘境以前没有。我掏出解毒丸分给众人，1人1粒，吃了再进去。这里有很多花蛮蛇，毒性不强，但烦人，咬一口会昏厥眨3次眼的时间。这点毒性是不是可以不用吃解毒丸啊？穆红雨盯着解毒丸，想省点钱，你可以试试。我慢条斯理地说完，自己先吃下丹药往前走。穆寒风和裴锦瑜跟着服下。穆红雨犹豫片刻也跟着吃了，后来他才庆幸自己的明智。沙漠里的花蛮蛇多到离谱，一脚踩下去就像百花齐放，防不胜防。地呀，这些花蛮蛇的肉很鲜美，烤着吃油滋滋，外焦里嫩，炖鸡汤也鲜美多汁。我对穆寒风说，他眼睛一亮，举剑冲去前面砍蛇开道。穆红雨跟在后面勤勤恳恳捡蛇，裴锦瑜换到我身后护着，大黑和严禁慢悠悠跟着，反倒觉得炙热的沙粒很惬意。我时不时摘几个念翅果，这果子红艳欲滴，像红宝石，味道甘甜但水分少，我不太喜欢。大黑和严禁却吃得欢，可以做驱蛇粉了。我眉头一挑，有变异念翅树。裴锦瑜立刻问，什么？穆红雨一脸茫然，所以让你多读书。我嫌弃地看他，万象图鉴里有记录，变异念翅树的树叶烘干磨粉，可以驱除花蛮蛇。万象图鉴12册，每册7、8寸厚，谁看得完记全啊？穆红雨嘟囔。穆寒风转头骄傲道，我姐看完了，也全部记得住。很快，我们找到那株变异念翅树，比普通的高2倍。浑身是墨绿色的刺，接着金色的果子。我掰下刺，烘干磨粉，撒到众人身上。这下不用再烦花蛮蛇了。刚摘了几个果子，风中飘来一股血腥味，是人血。穆寒风语气笃定，我过去看看。如果是天剑宗弟子，裴锦瑜想独自涉险，一起去看看，探查清楚再说。我记得六长老的吩咐，能帮则帮。顺着血腥味走了没多久，就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修士倒在地上，是昨天分开的元宝宗6弟子洛福元。他勉强睁开眼，看到我后眼中亮起光，用尽全身力气哀求，穆医师，求你救救我师兄们，我把所有东西都给你，这些东西不够，我这条命给你。他把储物袋里的东西全倒出来，都是些低阶草药、矿石和少量灵石，却是他的全部。我心中动容，递给他1粒丹药，我会帮你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他们人在哪里？昨日我们进入这片沙漠，今天找到了一处遗迹，在里面找到了一些矿石，但遇到了星陨宗的人，他们不但要抢我们的东西，还要我们的命。师兄们拼尽全力才让我逃了出来，如果师兄们都不在了，我也不想。洛福元眼睛通红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在哪里？听到星陨宗，我脸色沉了下去。洛福元抬手指了个方向，我立刻朝那边奔去。裴锦瑜追上来，风华，不若你留在这里，我和你弟弟过去救人。星陨宗的人出手狠辣，作风恶劣，洛福元都伤成这样。
这样，他的师兄们恐怕伤势更重。我若不去，他们的生机更渺茫。我的声音消散在风中，速度更快了。慕寒风跑在我身侧，低声问：姐，可以抢那几个星陨宗弟子吗？可我言简意赅。远远的，我们看到了那处遗迹，巨大的残垣断壁插在沙漠中，石板门坍塌，露出黑漆漆的洞口。靠近后，听到里面星陨宗弟子的嗤笑声：你们元宝宗弟子不是擅长下跪求饶吗？跪啊！跪了，我们今天也许心情好就放过你们了。你们不会还指望跑掉的那个会回来救你们吧？那种伤势应该已经死在沙漠里了。别急，一会儿送你们一起团聚。我躲在石板后，看到元宝宗5个弟子被8个星陨宗弟子围住，个个身上带伤。大弟子洛金玉已昏迷倒地，只剩微弱起伏。星陨宗弟子也有伤，但轻得多。呸！我元宝宗弟子只跪天跪地跪师傅，何值得我们跪的人？你们这群人渣也配！4弟子洛宝成擦了擦嘴角的血迹，冷笑怒斥：废话多，你们不敢上，不就是怕我们全力攻击一人？一个个贪生怕死的人渣！元宝宗弟子虽浑身是血，却背挺得笔直，铁骨铮铮，和之前滑跪求饶时判若两人。我嘴角勾起一抹弧度，这元宝宗宗主果然不简单。不过眼下还是先救人吧。慕寒风用询问的眼神看我，我微微颔首。他立刻拔剑冲了上去，裴锦瑜也拔出剑，却没立刻动，他要留在我身边护着我。星陨宗弟子看到冲出来的小孩，哄堂大笑：小屁孩是来找死吗？这不会是你们逃出去的师弟找来的救兵吧？是来惹人笑话的吗？没关系，一起宰了就是。元宝宗弟子们看到慕寒风，眼中燃起希望。他们知道慕寒风在，裴锦瑜和我一定也在。先抓慕风华，不能放他们走，他们身上的东西只会更值钱。星陨宗弟子喊道：想一条道走到黑。裴锦瑜脸色骤变，正要挡在我身前，却见我拿出一把和身高差不多的玄铁剑，身影一闪就冲了出去。他转头看去，慕寒风已经1打3，而我正1打4。青翠色的灵气缠绕剑身，剑光迸发，星陨宗弟子的惨叫声立刻响起。那个慕风华不是一休吗？我是快要死了，所以看到一休在拿剑砍人吗？骆巨才喃喃自语，或许我们已经死了，所以看到一个一休砍人比剑修还厉害，这是我们死前急切想得救的幻想。骆宝成呆呆地说，不是幻觉。骆万贯狂喜惊呼，裴锦瑜短暂震惊后也加入战局。星陨宗弟子惨叫着想逃，我怎会放过？一剑斩断一人肩膀，又斩断另一人手臂，脸上只剩冷漠。元宝宗弟子松懈下来，无力坐在地上，担忧地查看骆金玉的伤势。我退出战局走过去，他们立刻让开，满眼祈求。穆医师，我大师兄他。骆宝成摸着骆金玉微弱的脉搏，声音带哭腔，能救，死不了。我上手检查后故意逗他们，但是我收费比较贵。话没说完就被他们打断。我们把所有的钱都给你，我们全部的身家都给你，我们回去找师傅要钱，求你一定救救我们大师兄。钱不够，师傅还可以去借。我眼中浮起笑意，行啊，钱不够记得给我打欠条，到时候我亲自去你们元宝宗讨债。我拿出药瓶和银针，药粉撒在骆金玉伤口上，血立刻止住。我先封住他几个穴道，梳理他的经脉，如果不及时梳理，他根基有损，以后修炼之路便走不远了。你们守好周围。元宝宗弟子立刻围成圈，把我们护在中间。外面，慕寒风和裴锦瑜正玩虐星陨宗弟子。裴锦瑜剑法中正大气，慕寒风则招招狠辣，专攻要害。很快，骆金玉醒了，一睁眼就道谢，多谢穆医师救命之恩。好了，一个个来吧，你们身上的伤都不轻。我对其他元宝宗弟子说。慕寒风擦拭着剑上的血迹问，姐，这些人怎么处理？我头都没抬，淡淡吐出2个字，杀了。慕寒风眼睛亮了，一件一个利落解决，然后扯下所有储物袋，把里面的东西分成8份，你分2份。他对裴锦瑜说，姐姐3份，我2份，穆红宇1份。裴锦瑜没异议。慕寒风美滋滋收起自己的那份，光灵石就有几万，他心里盼着这样的好事多来几次。我给元宝宗弟子治疗完，才收起自己的那份战利品。这时，穆红宇带着骆复远赶了过来，收下了属于他的那份。多谢穆医师和诸位道友相助，大恩大德，永记于心。骆金玉郑重道谢，以后如有用得上我们元宝宗的时候，万死不辞。小事，我摆手。慕寒风在旁边提醒，医药费快给，1人500灵石吧。我随口说道。穆红宇瞪大眼，风华姐，你给他们用的药恐怕都要价值5万了吧？骆金玉等人倒吸冷气，连忙摆手，穆医师，医药费我们不能再占你便宜了，我们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先给你，不够的我们打欠条。那打个欠条吧，要收你们成本价。我笑了，东西就不必给我了，不然你们接下来在秘境中的难度会提高。他们给我打了5万灵石的欠条，天地之力的契约束缚生效。骆金玉看向地上的储物袋，这些储物袋可以给我们吗？我会一点炼气术，稍微炼化改变外观就能卖钱。对啊，最基础的储物袋都可以卖200灵石呢，好多钱了。骆宝成乐滋滋地说。我看着他们高兴的样子，心里有点心酸，他们是真的穷。很快，我们和元宝宗弟子分开，继续出发。我穿上小斗篷，用纱巾围住小脸，艰难前行。
前面是不是绿洲？穆宏宇指着前方的绿树和波光粼粼的水纹。是。穆寒风朝绿洲小跑，今晚在这绿洲睡吧。他第一个跑到湖边，蹲在水边喊：“有鱼！”下一刻，异变突起，一条巨大的金色鱼从水面猛然跃出，一口含住了穆寒风的脑袋和肩膀。那条巨大的金色鱼含住穆寒风的脑袋和肩膀，我们心中一惊，却没太过担心，这只是普通的烁金鱼，并非危险妖兽。穆寒风只觉得天瞬间黑了，反应过来后勃然大怒，一个后仰倒地，把鱼摔在沙砾上，爬起来先去湖边洗脸，转头咬牙切齿道：“姐，今晚可以吃全鱼餐吗？”我看着他狼狈的样子轻笑：“可以，这是烁金鱼，各部位肉质不同，确实可以多种做法。”穆寒风开心地拔剑杀鱼，偷渡去鳞动作熟练地让裴锦瑜侧目。穆宏宇自觉去捡枯枝。裴锦瑜问：“我需要做什么吗？”“不用，等着吃吧。”我摆手，召唤严禁，土火生火，准备做菜。严禁嘟囔：“我成年的时候你就让我土火干这干那，现在都变成幼崽形态了，你居然还让我土火烧菜，知不知道尊老爱幼啊？”“那你一会儿别吃。”我凉飕飕地说。严禁立刻闭嘴。我的厨艺不管前世今生，都能让人和妖都无法抗拒。我手脚麻利做了清蒸鱼、红烧鱼、水煮鱼、糖醋鱼、香煎鱼、剁椒鱼头和鱼片粥。穆寒风睁大眼睛盯着锅，裴锦瑜则摆好了桌椅。这一顿饭看得他差点到心不稳，怕是在怀疑天剑宗的苦修是否正确。穆寒风吃完就下水捞鱼，恨不得把湖里的烁金鱼都捞上来。我摸了摸圆滚滚的小肚子，看着脚边四仰八叉睡着的大黑和严禁，忽然察觉周围灵气在汇聚，裴锦瑜居然入定了，还隐隐有突破的迹象。我眼睛都大了，吃个饭也能悟到，这天资也太过分了。穆宏宇放下碗筷，嘴角抽搐，怕是也在感慨自己这点天资不够看。裴锦瑜真的突破了，刚晋升金丹境就被秘境直接传送了出去，连句话都没来得及说。穆寒风抓着鱼爬上来，好奇问：“姐，你们在看什么？”“看裴师兄出去被雷劈。”我随口道。穆宏宇解释：“裴锦瑜师兄刚才突破了，被秘境传送出去，晋升金丹境要经受雷劫。”穆寒风哦了声，转头又下水抓鱼去了。夜晚沙漠温度骤降，呼出的气都能看到白雾。穆宏宇添着柴火，我把绿洲里的2种果子都收了起来，一种果肉甜糯饱腹，一种汁水清甜。穆寒风烘干衣服，吃了几个烤肉饼就钻帐篷睡了。我进去把他裹成蚕宝宝才躺下。接下来的行程很顺利，我们都有收获。穆宏宇和穆寒风找到淬炼武器的矿石，我收集了不少好草药。穆寒风则最开心，搜罗了一堆外面没有的食材水果。半个月很快过去，秘境即将关闭，我们被瞬间传送出去。我运气好，直接站在地上，其他人要么在空中手忙脚乱遇见，要么掉湖里挂树上。穆宏宇御剑飞到我身边，穆寒风则被卡在树枝上，晃着小短腿挣脱后跑了过来。我们往穆家驻地走去，远远就看到六长老和小舅舅穆天业在等我们。风华、寒风、穆天业蹲下来检查我们，确定没受伤才放心。在秘境里一切顺利吗？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？穆寒风摇头。我想了想道：一切顺利，没什么危险，倒是顺便给人诊治，赚了一点点钱。穆天业笑着点头，看来你们都有提升。裴师兄提升得多，他刚进入秘境没2天就晋升被传送出秘境了。我心里有点酸，裴锦瑜和弟弟的天资真的让人心生羡慕。穆天业想起什么，拿出一个储物袋和传音玉简。对了，裴锦瑜让我把这个给你，他晋升后有事先回天剑宗了，这是他的谢礼和留言。我注入灵力听了留言，他感谢我做的美食让他悟到。储物袋里是高阶草药和淬炼材料，诚意满满，我心安理得的收下了。我们先去见我师父，他早就想见你们了。穆天业带着我们上了非洲，我师父住盘龙峡谷，喜静也喜奢华，他大方，给你们东西干脆收下，推脱他反而不开心。我点头，穆寒风也跟着点头，哪怕他没听清我们在说什么。非洲飞了2日，降落时我察觉到高深阵法，穆天业操作阵盘，山脉分开，露出宽阔峡谷，漫山遍野都是奇珍异草。小溪边有灵兽休憩，中央是3进院落，青色玉石覆顶，铜铃迎风作响。一名身穿白色长袍的年轻修士迎出来，恭敬行礼：“公子，您回来了。”大师正在书阁中查阅典籍，弟子这就去通报。穆天业介绍：“这是沈师兄，你们喊沈师伯即可。”我和穆寒风礼貌打招呼，沈师兄回礼：“见过小姐和小公子。”看着他的背影，我皱眉思索，他身上没有人的气息。风华，怎么了？穆天业问。我低声道：“小舅舅，这沈师伯是傀儡。”穆天业瞳孔骤然紧缩，显然没料到我一眼就看穿了，沈师兄竟是他师傅炼制的高阶傀儡。秦正阳也无比惊愕，他和沈师兄接触1-2年后，还是小舅舅告诉他真相的。风华，你怎么知道沈师兄是傀儡的？穆天业低声问。看出来的，我诚实回答。他呼吸微微一滞，家里人早看出来我是生而知之的特殊体质，不管前世是谁，这一世我们是彼此真实的亲人。我只看得出来是傀儡，但看不出来傀儡心是材料炼制的还是神魂融入的。我补充道：“这傀儡太过精妙，
若不是前世见过类似的，我也看不破是神魂融入。穆天叶不隐瞒，师傅有12具这样的傀儡，里面都是失去身体的人族或妖族神魂，他们为报答师傅恩情留在这里。师傅既是炼器师，也是傀儡师，傀儡术从不外露，是对他们的保护。小舅舅，你师傅既然不想让人知道，你告诉了我，他会不会怪罪？我有些担忧。你不是外人。穆天叶摸了摸我的头，师傅早默许了，而且他闭关3年，也是为了给你和寒风打造法器，报答你救我的恩情。我这才明白，这份厚礼他准备了整整3年。穆寒风没听我们说话，一直在打量大厅，地板是玉石铺砌，摆设精致华美，座椅都是特殊玉石打造，还铺着厚垫子，处处透着奢华。小舅舅，你师傅是不是非常非常有钱啊？他忍不住问。对，他以前用灵石铺地砖，后来我不小心吸收了几块灵力，他就换成了更贵的玉石。穆天叶直白回答。我惊呆了，谁家会用灵石铺地砖？穆寒风盯着座椅扶手上镶嵌的百灵玉，忍不住抠了一下，居然直接抠掉了。他惊恐地看向我，我示意他道歉。小舅舅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。小舅舅的师傅一会儿出来了，我一定好好道歉。他立刻说。穆天叶却摆了摆手，顺手抠下自己座椅上的百灵玉递给他，送你了，你想要什么都自己抠去，这样不好，你师傅会生气的。我忐忑道。不会，这种百灵玉球还有几百个替换的，我以前总抠下来玩，师傅就让沈师兄多打磨了一些。他不以为意，又抠了一块塞给穆寒风。我沉默了。小舅舅不仅小时候是熊孩子，他师傅更是毫无人性。穆寒风看我点头，开心地收下了百灵玉球。我是被师傅带大的，他和父亲是挚友，我在盘龙峡谷待的时间比穆家还多。穆天叶语气轻快，师傅待我如父，早些年就把整个盘龙峡谷都给我了，说子承父业，早晚都是我的。我瞠目结舌，终于明白小舅舅为何这么有钱，也懂了那位大师兄为何要追杀他。这么大的产业，师傅直接给了小徒弟，换谁都会崩。小舅舅，那你们师门有多少人啊？那12具傀儡都是你的师兄吗？我担心再冒出觊觎产业的人。12具傀儡我都喊师兄，但不算师傅的徒弟。我以前只有一个大师兄，我是关门弟子。穆天叶摇头，我放下心来，那位大师兄的坟头草早该长很高了。这时，大厅屏风后传来脚步声，一个头发胡子都花白的老者走了出来。他穿着带暗紫色绣纹的黑色长袍，头戴白玉冠，腰间腰带点缀着无数宝石，靴子上也镶嵌着极品玉石，简直是行走的灵脉。师傅，穆天叶拱手行礼，你带孩子们来了。老者笑呵呵摆手，目光落在我和穆寒风身上。风华，寒风，这是我师傅，你们叫师公。穆天叶介绍，见过师公。我和穆寒风乖巧行礼。好好好，乖孩子。胡大师直接从储物袋拿出2把剑，递到我们面前。这2把剑是专为你们打造，多谢你们救下天叶，当初是我失察，险些害了他性命，如此多谢师公。我郑重接过剑，心中满是欣喜。银白色剑身是特殊云铁所铸，带着双气，淡金剑柄以龙血木为心，镶嵌的蓝宝石蕴含木系之力，太适合我了。穆寒风手里的剑深黝黑，剑刃寒气逼人，淡蓝色剑柄上的宝石有雷纹闪现。他翻来覆去的看，眼睛亮得惊人。这2把剑能合二为一，成为防御法器。胡大师指了指剑柄上的宝石，危急时刻注入灵力，2块宝石碰触产生共鸣，会凝成半透明的钢罩。我取名为双极玄钢罩，剑还未命名，你们自己取吧。我吃惊抬头，这种能变形的武器已超出天阶范围，他耗费的心神可想而知。谢谢师公赠送的剑，我们很喜欢。我再次道谢，要不要去试剑？胡大师摆摆手，我有一位老友遇到棘手的事，本打算出关去相助，现在你们来了，正好历练一下。敢问师公是什么棘手的事？我问道。胡大师摸了摸白胡子，缓缓道：青霞宗宗主前几日来求助，说他宗门里一直被镇压的一头凶兽逃了出去，希望我派人去出手相助。既然你们来了，这次就跟着一起去看看吧。多谢师公为我们考虑周全。我出言道谢。穆寒风跟着重复一句，然后把灵宠袋里的大黑放了出来。大黑在里面闹腾的厉害，想出来，我闻到泛火灵晶的味道了。好香啊，好香啊！大哥你快出来啊！大黑刚出来就叫着，我感应到严禁的躁动，也把它放了出来。2只大鹅一黑一白，立刻朝着大厅上座背后的墙壁跑去，那里镶嵌着大片泛火灵晶石，是3族金乌最喜欢的灵石。这是3族金乌。胡大师越看越心惊，上古神兽幼崽时期会变换普通形态自保，可它们不是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吗？是3族金乌，不过都还是幼崽。我直言不讳。胡大师倒吸冷气，秦正阳也瞪大了眼，唯有穆天叶一脸平静，显然对我身边的神奇事早已习惯。2位3族金乌大人，要不要留下来做客？我这里有很多泛火灵晶石，都送你们。胡大师笑眯眯地说：好呀，好呀。哎呀，大黑刚开口就被严禁一翅膀拍在头上。大师无功不受禄。严禁傲娇道：风华、寒风，我想借用一下他们的火焰炼器，会复酬劳的。
胡大师开诚布公，那师公你和他们商量即可。我笑道。严禁立刻道。可以，那我们就勉强留下来帮帮忙吧。他要自食其力，不能一直靠我。胡大师兴冲冲地带走2只大鹅，换来秦正阳的大哥秦乐阳，交代他陪我们去青霞宗。秦乐阳须发皆白，气息沉稳，一看就是修为高深之人。反正无事，现在就出发吧。我说道。路上，秦乐阳讲述了事情原委。青霞宗宗主的凶兽突破封印逃脱，表面是抓捕凶兽，实则是决定少宗主之位的关键。宗主想让儿子林墨渊继承，但大长老反对，要拥戴自己的儿子，所以青霞宗是家族产业。大长老想夺人产业，我精准抓住重点。秦乐阳眼中闪过赞赏，不错，林墨渊资质一般，但性格温和。大长老的儿子资质强，却性子有亏。我们要帮林墨渊赢得考核。2日后，我们抵达青霞镇，住进最大的客栈。我带着慕寒风逛小镇，他很快被一个小吃摊吸引，摊上的青玉饼外焦里嫩，香气扑鼻。我掏出银子买下所有肉饼。慕寒风坐在桌边吃了起来。这时，一个身穿宝蓝色衣服的小胖子走来，给我来20个青玉饼，不，30个吧。饼刚卖完，我正在加紧做，老板笑道。小胖子脸上失望尽显，转身要走，我叫住他，送你几个吧，我们可以在这里等一会儿。那怎么好意思？他眼神瞟向肉饼，脚步停了下来。青霞宗弟子林墨渊，幸会。我直接点破他的身份，从他的剑、玉佩和身形，我已猜出他是宗主之子。林墨渊眼中闪过戒备，你们是什么人？盘龙峡谷。我微笑着说出3个字，他瞬间放松下来，坐到桌边。你们是跟着我父亲的朋友一起来的，来偷偷帮我的。脸上浮起不自然的神色。我们是跟着秦乐阳伯伯来的。我点头。林墨渊难为情地解释。我知道这种行为是作弊，但是大长老他们的性子不适合，我不能看宗门毁在他们手里。我正想说什么，一个刻薄的声音响起：哟，墨渊大少爷还有心情在这里吃饼？宗门大事你是一点也没放在心上啊？也是，就你这样子，想放心上也没那个实力啊。苗师兄，林墨渊放下青玉饼，语气冷漠。我打量着眼前的人，不用想也知道，这是大长老的儿子苗康平。他20多岁，长得俊秀，眉间却满是刻薄阴鸷，穿一身白色长袍，反倒衬得肤色更黑。不是当师兄的说你都胖成这样了，还在吃这么多，除了长一身肥肉，还能长什么？难道还能长修为？苗康平张嘴就是羞辱。林墨渊握紧手，脸色沉了下去。平时听多了这些话，他本不在意，可今天在我面前被羞辱，他显然动了怒。我心中厌恶，胖子招谁惹谁了？这嘴贱的东西，迟早要教训。我刚把手放在剑柄上，慕寒风的动作比我还快，他脚踩凳子轻盈一掠，拔剑劈向苗康平，黑剑出鞘，光线仿佛被吞噬，剑锋挥动时，银白剑光如闪电般凌厉，毫无花巧，只有纯粹的杀意。苗康平大惊失色，慌乱拔剑抵挡，2剑相交，他被一股巨力轰飞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重重砸在地上。你是什么人？胆敢出手伤我青霞宗弟子？他气息虚弱地问道。慕寒风转头用眼神询问我，我微微摇头，他便收剑坐回桌边，继续吃青玉饼。这饼确实好吃，他怕是想囤歇在储物袋里。苗康平悲愤地看向林墨渊，林师弟，你居然伙同外人欺凌同门，外人动手之时，你居然也不阻止。我忍不住笑了出来，语气不屑，刚才还在喊死胖子，现在林师弟了，刚才出言不逊，还污言秽语，你是忘得真快啊。别说你嘴里的林师弟没阻止，就算他出手阻止，能打得过我们？嘴贱就该挨打，你该庆幸我弟今天吃到了好吃的东西，所以饶你一命，连我弟的一剑都接不住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这样又嘴贱又废物的人。苗康平气得又吐了口血，咬牙切齿道：你是何人？我们青霞宗不会放过你的，我们是穆家的人，我祖父是穆玉州。我昂起小下巴，轻蔑地看着他，拼后台，我可没怕过谁。苗康平脸色大变，穆家的威名他怎会不知？别说他，整个青霞宗在穆家面前都不值一提。他嘴唇颤抖，再也不敢多说一个字。滚！我冷冷吐出一个字。苗康平硬撑着爬起来，踉踉跄跄地走了。林墨渊双眼亮晶晶地看着我，像极了当初穆弘毅看我的样子。这苗康平出言不逊，污言秽语的，你们青霞宗怎么还容得下他的？我没好气道，他极有心机，从不会当着别的宗门弟子或者我父亲说这些话，只挑我和他单独在的时候羞辱我，在其他人面前却对我关怀备至。林墨渊脸色暗淡下来，我心中一动，想着回去后可以和胡大师研究炼制流影石，以后再遇到这种阴险小人，也好撕开他的真面目。刚才谢谢你了。林墨渊换上笑容，又转头对慕寒风道谢。慕寒风只摆了摆手，继续吃饼。以这种人的性子，真坐上你们青霞宗宗主的位置，不出10年估计就要完蛋。我看着苗康平消失的方向说，所以我和父亲不会让他这样的人成为少宗主的。林墨渊解释道。慕寒风把盘子里的青玉饼收进储物袋，眼巴巴地看着我。我掏出一锭银子递给老板，老板，烦劳你再做些青玉饼，越多越好，这是定金，晚些时候我们来取再补钱。仙子放心，小的一定尽量多做些。
老板乐滋滋的接过银子。林墨渊自告奋勇带路，这个小镇上有什么好吃的我最清楚，我带你们去，今日我请客。慕寒风一口答应，我们便跟着林墨渊在小镇上逛吃起来。他边走边和我聊天，我也摸清了青霞宗的情况。青霞宗是宗主一手创立，大长老苗信池因救过宗门弟子加入，后来自荐当长老，如今却带着儿子夺权，站在他那边的弟子并不多。至于逃脱的凶兽，林墨渊表情微妙，犹豫再三，还是没多说。我也没追问，每个宗门总有自己的秘密。另一边，苗康平拖着受伤的身体回到客栈，他父亲苗信池早已在房间等候。看到他惨白的脸色和身上的血迹，苗信池大惊失色，这是怎么了？谁伤的你？告诉为父，为父去给你报仇。是穆家那对双生子中的弟弟。苗康平咬牙道。苗信池瞬间哑火，穆家的势力他惹不起，你怎么会惹上他们的？他狐疑地问。是林墨渊那个死胖子，不知道怎么和穆家双生子在一起。我开始没认出他们的身份，言语不小心冒犯了一句。苗康平服下一粒伤药，缓了缓道。苗信池皱眉看着儿子，他怎会不知道自己儿子的德性？恐怕不止冒犯一句那么简单。可穆家双生子为何会出现在青霞镇这样的小地方？他实在想不通。林墨渊带着我们在小镇上逛到傍晚，把他觉得好吃的东西都买了个遍。慕寒风兜里揣着炒栗子，手里还在包着，我也拿着一包果干慢慢吃着。今天还是没找到线索，他到底躲哪里去了呢？法器显示他就在这个小镇里啊。林墨渊叹了口气，拿出一个巴掌大的黑色圆盘，注入灵力。原本颓丧的他突然眼睛一亮，激动道：有了！我偏头观察这法器，竟是天品灵犀寻踪盘，靠血液追踪元身，想必是胡大师打造的。这是胡大师为我父亲打造的灵犀寻踪盘，就一个。我父亲没有告知过大长老我们有这个东西。林墨渊小声解释，又有些不好意思。风华妹妹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太卑鄙了？这次考核我一直在作弊。不会，你和你爹宅心仁厚，我赞成他们收弟子先看人品的准则。那我们现在就顺着指引去找凶兽吧。好，那就麻烦你们了。林墨渊感激道。你们宗门镇压的到底是何凶兽？至少要知道是什么，才方便抓捕。我问道。九幽十月鳌。林墨渊犹豫了下，还是说了出来。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在确认后，满眼都是震惊。这可是上古凶兽，传说中连元婴修士都抵挡不住。青霞宗一个小宗门，怎么可能镇压得住？父亲并未告诉我过多详情，全宗门就我和父亲知道他是九幽十月鳌，其他人都以为是7级凶兽玄冰雪鳌。林墨渊边走边解释，我们跟着灵犀寻踪盘的指引，很快到了小镇边缘。走过一座木桥后，林墨渊停了下来。就在前面，但是这里空荡荡的。一阵冷风刮来，我捕捉到一丝极轻的动静，从储物袋里拿出一样东西放在地上。慕寒风立刻捂住口鼻后退，那东西味道有些奇特，这是什么？林墨渊好奇上前。是。我刚开口，夜色中一道小黑影猛然扑向林墨渊，闪开。我情急之下拉住他的手腕往后退，可还是晚了。那小黑影扑在他腿上，嗷呜一口咬了下去。慕寒风拿出发亮的晶石照亮，我和他都呆住了。林墨渊单脚跳着痛呼，嗷嗷，你快松口啊！他小腿上趴着一只毛茸茸的白色小奶狗，比他脑袋还小，额间有金色半月印记，身后还有3条尾巴。这就是九幽十月鳌。林墨渊苦口婆心，嗷嗷，我们有事好商量行不行？你先松口。小奶狗咬了好一会儿才松口，跌跌撞撞跑到我放的东西面前，狼吞虎咽起来。那是什么？风华妹妹，你放的是什么？林墨渊愣了愣问道。我眼中的不可思议渐渐褪去，心里升起3个问题：一是上古凶兽九幽十月鳌为什么是这副小奶狗模样？二是林墨渊体内为什么有高深的共生封印？他自己知道吗？三是这凶兽如此弱小呆萌，青霞宗宗主为何还要向胡大师求助？我看着埋头猛吃的小奶狗，眉头微蹙，满心不解。嗷嗷！林墨渊唤了一声，小奶狗完全不理会，只顾着吃，是一种妖兽的肉，大多凶兽都喜欢。我解释道。林墨渊急忙拦住我，别靠近它，很危险。他快速补充，嗷嗷的形态极不稳定，有时候是这样小的样子，有时候会现出真身，现出真身的时候非常危险。我点头，看着他蹲下来朝小奶狗招手，嗷嗷，快来，我带你回家了。小奶狗吃完东西，转头冲我龇牙咧嘴，嗷嗷叫，那架势分明是在威胁我教吃的。我怎么觉得这狗是在威胁我，让我教吃的出来？我说道。林墨渊一脸羞窘，看来我猜中了。他苦口婆心教育，嗷嗷，不可以这样，你这样不对，很没有礼貌啊！松口啊！小奶狗跳起来咬在他小腿上，林墨渊好不容易扒拉下来，刚想继续说，手又被他咬住了。这小狗5斤重里4斤9两都是反骨。我眯起眼，眼疾手快拎住它的后颈，用力晃动起来。小奶狗一开始还嗷嗷叫，后来直接被晃晕了。风华妹妹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嗷嗷性子比较野，我会好好教它的。林墨渊满是歉意，你好好教了多少次了？我问。林墨渊沉默了，应该很多次，但是这狗子
听过一次没？他的沉默震耳欲聋。这九幽十月鳌为什么会是这种形态？这也不是他幼崽的形态吧？怎么感觉他这么弱？我终于问出疑惑。小奶狗突然抬起头，张牙舞爪想咬我，却被我揪着后颈挣脱不开。你还想咬我？你咬了林师兄多少次？林墨渊又沉默了，显然数不清。小奶狗气愤的龇牙，想咬我的手指，我手一缩一伸，啪啪给了他2个大逼兜。风华妹妹，我们快跑吧！林墨渊声音颤抖，我刚疑惑，就感觉到拎着狗子的手上传来一股幽暗阴冷的庞大力量。我下意识把狗子甩出去，它在半空中身形暴涨，银白色猎毛如玄铁钢刺，血红的眼睛死死盯着我，额间金色半月印记璀璨，3条尾巴扫得地面微颤。无乃九幽十月鳌，沉闷的声音宛如闷雷。我迅速恢复平静，挑眉道：道出上古凶兽的身份，是为了抢我东西的时候更有面子吗？九幽十月鳌被噎了一下，怒吼：人类，吾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把你储物袋中的食物全部供奉出来，有本事自己来抢！我嗤笑一声，双手环胸，他怒吼着伸出利爪抓来。林墨渊刚要拔剑，就被慕寒风拦住，别动！我姐想自己来。我拔出剑，一剑劈向他的利爪，锵的一声，火花飞溅。九幽十月鳌吃痛后退，林墨渊愣愣看着他，大概没想到我一个一休用剑居然这么厉害。没等他反应，我2步追上，一剑戳中要害，他瞬间变小，又变回了小奶狗。我拎起他的后颈，左右开弓扇了起来。嗷嗷嗷！小胖子，你还在那干看着做什么？快来救我！他惨叫着向林墨渊求救。风华妹妹，能不能少扇几下？林墨渊小声求情。我停下动作，晃着手里的狗子。林师兄，你知道资质差的原因是因为体内有共生封印吗？而共生的对象就是这条不听话的狗，也因为这个封印，它的实力才会这么弱，形态也不稳定。林墨渊满脸茫然，九幽十月鳌却瞪大了眼睛，一脸惊悚。说吧，谁给你们下的封印？要封印就只封印你这条死狗就好了，为什么还要把乖巧礼貌的林师兄也拖下水？他原本资质很好的，知不知道？我质问道。九幽十月鳌委屈大叫：是我的问题吗？是我让封印的吗？小胖子的娘干的事，想赖我头上，我更惨好吗？我就准备打个牙祭，就碰到那个泼妇，二话不说直接把我和他腹中的胎儿弄了个封印，害得我实力大跌。林墨渊又惊又痛，他从未见过母亲，也没听过这些事。我抬手又给了九幽十月鳌几个大逼斗。打牙祭？呵，你是拿人类打牙祭吧？他眼睛里满是震惊。我慢条斯理道：你正在作恶的时候遇到了怀孕的女修，她拼尽全力用共生封印把你和腹中胎儿连在一起，让你无法作恶。她死，胎儿死，你也死。这位女修就是林师兄的母亲，难道你在现场？他傻愣愣地问。区区几个凡人而已，对你们修士来说不就是蝼蚁吗？那个泼妇居然对我下如此毒手。他不服气地蹬腿，和我斗法，我没输，他也没赢，但最后还是我赚了。他元气大伤后生了孩子死了，而我还活着。我心中佩服林墨渊的母亲，为了救凡人，牺牲了自己和孩子的未来。林墨渊的脑子阵阵轰鸣，道心开始动摇，眼眸中浮起赤色，这是入魔的前兆。林师兄，谨守心防，你母亲的死有其他原因，你的天资我也能帮你恢复。我急切地大喝出声，我的大喝让林墨渊心神一震，瞬间清醒过来。他捂着胸口，呼吸急促，显然也后怕不已。刚才差一点就入魔了。你母亲的去世是因为共生封印不完善，消耗了她的生命力，不能全怪嗷嗷，也不能怪你。我放缓语气，缓缓说道。林墨渊怔住，片刻后豁然开朗。他设身处地一想，若自己是母亲，定然也会出手救人。道心瞬间稳固，只是体内似乎有什么被禁锢着，无法完全舒展。九幽十月鳌看着他，狗脸上满是后知后觉的慌乱。小胖子，你稳住啊，不关我的事。我那是第一次想打牙祭，还没来得及做坏事就遇到你娘了。你娘也不全是我害死的吧？这小胖妞说的对，不能全怪我吧？这些年我也护过你几次，对不对？我瞥了眼挣扎的狗子，抬手又扇了2下。你再叫我小胖妞一次，我就把你的狗头打烂。他瞬间噤声，显然也怕了这物理教育。林墨渊走上前，郑重地给我行了一礼，多谢风华妹妹刚才唤醒我的神智，否则我就迷失本心了。我笑了笑，把狗子扔到他怀里，小事而已，不用介怀。林墨渊摸了摸怀里乖巧的嗷嗷，心情复杂。原来他们早已命运相连，相互依存。我们交手的动静引来了青霞宗众人，宗主林昭明看到儿子抱着乖乖听话的嗷嗷，当场呆住。苗信池带着苗康平也来了，看到这一幕便知考核输了。可苗康平不甘心，林师弟，你是自己捉到嗷嗷的吗？能不能证明这点？不能证明，我合理怀疑是穆家双生子帮了你。这次考核你胜之不武，不能算数。就算你们是穆家人，也不能不讲理吧？而且这是我们青霞宗的事。他声音不大，显然怕再挨打。我看向林昭明，这位儒雅清俊的美大叔，便是林墨渊的父亲。秦乐阳站在一旁，又惊又喜又无措，显然没料到事情会这么快解决。林墨渊淡淡看了眼苗康平，既然苗师兄觉得我胜之不武，我现在把嗷嗷放下，你有本事带回去，算你赢，如何？
他低头对敖敖说了句什么，把他放在地上。苗师兄，请吧，你若是能赢得考核，我奉你为少宗主。林昭明心中一悸，直觉儿子已经知道了真相，满心不安。九幽十月敖扭着小身子走向苗康平，心中暗道：小胖子不怪我就好，今天就帮他解决这个废物。就你这个废物，也敢肖想少宗主之位？他开口说话，语气满是不屑。苗康平又惊又怒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嗷嗷身形暴涨，画出原形，一爪就将他和苗信池拍飞出去，两人重重落地，一口鲜血喷出。解决完麻烦，嗷嗷变回小奶狗，屁颠屁颠跑到我面前摇尾巴邀功。我无语地掏出一块海兽肉扔给他，这肉是前世存货，海兽无排泄器官，味道一言难尽，也就这蠢狗爱吃，跟凡世的狗吃屎一个性质。林昭明走到林墨渊面前，忐忑问道：渊儿，你都知道了？林墨渊点头，父亲，你知道母亲所用的共生封印并不完善，才导致他生下我后耗尽心血撒手人寰吗？林墨渊又补充，也是因为这封印不完善，才影响了我的灵根，导致我资质平平。林昭明僵在原地，眼中满是震惊与愧疚。我带着慕寒风走到一边，给他们父子留空间。慕寒风盯着嗷嗷吃得起劲，好奇问道：姐，他吃的到底是什么？我能尝尝吗？能吃，但不建议你吃，这是深海海兽肉，味道一言难尽。我解释道。慕寒风皱起眉，显然没了兴趣。嗷嗷吃完肉，又跑到林墨渊身边撒娇：小胖子，快给我买吃的。林墨渊抱起他，低声道：知道了，一会儿给你买。林昭明则走向我，深深行了一礼：穆医师，今日多亏有你，还请移驾青霞宗，让在下好生报答。听闻你有办法解决犬子体内封印问题，还请出手，我必有厚报。我姐收费很贵的。慕寒风立刻插话。林昭明点头，在下听过穆医师大名，成与不成都会奉上500万灵石作为答谢。我和慕寒风都有些吃惊，青霞宗是小宗门，居然能拿出这么多钱。林墨渊在旁边补充，我们宗门确实没什么钱，但是我娘有，我娘给我和父亲留了很多钱。我看向林昭明的眼神变得微妙起来，这位美大叔年轻时怕不是吃上软饭了？我越发好奇林墨渊的母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500万灵石的承诺让我心动，当即答应随他们去青霞宗。最高兴的莫过于嗷嗷，尾巴摇出残影，围着我转圈圈，又朝林墨渊催促：小胖子，快问穆医师买点那个肉，我刚才吃的那个，你们青霞宗以前给我吃的什么玩意儿？是屎吧？他差点又喊出小胖妞，还好及时变调。我面无表情拎起他的后颈，啪啪扇了2下。你再不改咬人的坏毛病，我把你狗牙全部打掉。习惯了，我以后努力改。他耷拉着脑袋，委屈哼哼。青霞宗宗主林昭明见状，下巴都快脱臼了。这桀骜不驯的凶兽，居然真怕了穆风华。他刚想打圆场，就被我喊住：林宗主，我有话要说。穆医师有何事？我脸色一肃。苗康平私下对林师兄极尽言语侮辱，当着你们的面却嘘寒问暖。他身上的伤，就是因为污言秽语被我弟弟打伤的。我把出狱的经过原本告知，包括苗康平的每一句恶言。你教导林师兄宽厚待人，但有些人不值得。他品性纯良，不是被践踏尊严的理由。作为父亲，你没有保护好他，这是你的失责。林墨渊在一旁听着，鼻子有些发酸。除了父亲，第一次有人这样维护他。林昭明脸色越来越白，眼中满是心疼与自责，声音哽咽却坚决：墨渊，为父以后一定会护好你，这件事必给你个交代。他转头对我道谢，随即迈步走向苗信池父子。我把狗子扔回林墨渊怀里，掏出一块海兽肉，没钱先赊账，1块5万灵石，友情价。嗷嗷瞬间精神，林墨渊立刻点头，多谢风华妹妹，还有多少我全部买了。我心中暗喜，神识空间里还有不少存货。林昭明走到苗信池父子面前，沉声道：今日你们也看到了，嗷嗷是9幽10月敖，少宗主之位只能是墨渊的。康平私下侮辱墨渊，太过分了。我决定分宗吧，你们带走愿意跟随的弟子，成立新宗门。康平当少宗主，苗氏父子如坠冰窟，惨叫着阻拦。可林昭明脚步未停，拿出非洲邀请我们上船，径直离开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父子幡然悔悟，回去请罪了。非洲抵达青霞宗山顶广场，一路的灯笼都是最便宜的发亮矿石，忽明忽暗，透着穷困气息。但林墨渊回屋拿出装着100万灵石的储物袋时，这气息瞬间消散。我把大部分海兽肉都给了他，嗷嗷在他腿边扑腾个不停。今日天色已晚，请穆医师好好休息，明天再商议封印的事。林昭明客气道。我应下来，躺在床上细数完善共生封印所需的天材地宝，都是稀有物件，想必短时间内难以集齐。我没打算解开封印，毕竟9幽10月敖太过凶险，完善封印让他受林墨渊约束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我还发现这个世界很多高深的阵法禁制都是残缺的，林墨渊母亲的共生封印也不例外。我以为明日要等林昭明慢慢收集材料，却没料到他一出手就惊住了我。第2日，我向林昭明报出完善共生封印所需的天材地宝：9幽明莲、玄霜寒枝、东海碧珠、玄黄青莲子，一共8种，每一种都价值连城，极为难得。这些材料都比较稀有珍贵，一时估计凑不齐，等你集齐，我再来完善封印。我安慰道。
林昭明却脸色古怪地摆了摆手，拿出一个绣着鲜艳红梅的储物袋，一看就是女修所有，想必是林墨渊母亲的遗物。他按我报的顺序，一个个掏出天才地宝，全部用刻有微型阵法的透明玉石盒装着，金钱气息扑面而来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检查无误后问林师兄，所有东西都齐了，随时可以开始，你想什么时候动手？当然是越快越好，怕夜长梦多。林昭明急切回道。我点头赞同，转头吩咐秦伯、韩风，你们为我们护法，去林师兄的院子里，现在就开始。九幽十月鳌围着我转圈圈，恭敬问道：木医师，完善封印后，我的实力能彻底恢复吗？不会再只能偶尔变原形。对，你的实力会恢复，林师兄的灵根也不再受束缚，此后你们性命相连，同生共死，寿命共享，相辅相成。我补充道，别问我会不会解开封印，我只会完善，其实我会，但没必要。这封印对林师兄益处最大，我又没想解开封印，和小胖子共生挺好的。他甩着尾巴嘀咕，显然满意现在的好日子。林墨渊抱起他，亲昵地蹭了蹭他的脸。林昭明也满心欣喜，正要出发时，有弟子来禀报，打断了我们。来的是青霞宗首席弟子林烈山，他是林昭明养大的弃婴，对林家忠心耿耿。师父，大长老和苗师弟在大殿门前负荆，从昨晚跪到现在了，问他们什么都不说。林昭明让他坐下，把昨晚的事和苗康平私下侮辱林墨渊的事全盘告知。林烈山听得拳头硬了，沉声道：主观上，我想打死他们，把苗康平舌头切了赶出去；客观上，他们对宗门有功，真心悔过的话，求得小师弟原谅可以留，那边让他们征得渊同意再留下。林昭明叹了口气，你去告诉他们，不必跪着，等渊的事了再见。林烈山领命，临走前补充，哪怕小师弟原谅，我也要揍一顿苗康平。显然是心疼林墨渊受的委屈。我们一行人前往林墨渊的院子，林昭明随后也赶来蹲守，虽有结界和秦伯护法，他依旧不放心。我快速布好阵，开始完善共生封印，刚一完成，林墨渊的修为就疯长起来，从炼气5层到炼气大圆满，突破筑基，一路冲到筑基大圆满，还没停下，直接迈入金丹境。我并不意外，他平日积累深厚，只是被封印束缚，如今厚积薄发而已。倒是心中嘀咕，现在天才正不值钱了，陪锦瑜吃顿饭突破，林墨渊完善个封印就晋级。慕寒风心不在焉地包着念赤果，显然没把金丹放在眼里。姐姐说了要打好根基，他随时能突破，只是不想急。嗷嗷开心地画出原形，感受着体内的力量，却唯独不敢招惹我。林墨渊望着头顶聚拢的劫云，眼中没有惧怕，只有欣喜与勇气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眼神柔软，随即凝神准备抗劫。可就在这时，我忽然察觉到一丝极不对劲的气息，不是劫云的威压，而是一种更诡异、更危险的感觉，让我心头一紧。我看着天空劫云越聚越多，心中升起寒意，大喊道：林宗主，秦伯，走，让宗门弟子远离这里。林师兄和嗷嗷共生，雷劫会比普通金丹劫强。话没说完，我一脚把嗷嗷踢向林墨渊，劫雷有你一份，你去挡一挡。天道默认你们是一体的，不会加倍劈的。嗷嗷滚到林墨渊脚下，狗连猛逼，我御空而起，揪起啃果子的弟弟，第一个逃离。秦伯和林昭明紧跟其后，林昭明赶紧召唤林烈山疏散弟子，苗信池父子还跪在大殿门口，听到林昭明的吩咐，瞬间干劲十足，这是留下的机会。两人飞快跑去疏散弟子。乌云笼罩山头，昏暗如夜，路灯明明灭灭，更添紧张。我漂浮在半空，对林昭明说：林宗主，做好心理准备，运气好只毁院子，运气不好，一道黑色惊雷轰然劈下，直接击毁林墨渊的院子和青霞宗大殿，屋顶垮塌，石块飞溅，大殿也保不住。我缓缓补完后半句，秦乐阳沉默了，显然觉得这话没必要说出口。林昭明心急如焚，想冲过去，被我拦住，别去，林师兄没事，有那条狗在，至于狗会不会有事，我可不敢保证。小小姐，九幽十月鳌和林公子被天道视为一体了。秦乐阳问道。对，雷劫要一起挨，谁强承受的多，成功后弱势的得益多。我小声道，这是瞒着那条狗，不然他肯定闹腾，我可没存货再给他买海兽肉了。林昭明和秦乐阳呆住，显然没料到共生封印这么坑，连忙点头答应保密。林烈山飞到林昭明身边，急切问道：师父，小师弟突破了，这劫雷为何这么凶猛？他能承受吗？林昭明摇头，心中虽担忧，却只能相信儿子。金丹雷劫本是9道，可林墨渊的劫雷一道比一道强，院子和大殿被劈成渣，周围夷为平地。终于第10道劫雷落下，劫云散去，我们飞快赶到，看到林墨渊站在原地，身上有些焦黑，眼神却亮得惊人，气质脱胎换骨。他越过迎上来的林昭明，走到我面前，温和笑道：风华妹妹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相遇即是缘。我摆手。这时，一个焦黑的东西滚到林昭明脚边，有气无力的哼唧：能不能看我一眼？是嗷嗷。
他浑身焦黑，抖了抖身体，焦脆的毛全掉了，变成了无毛狗。他惨叫着撞向林墨渊的腿，我不活了！林墨渊一把捞起他，哄道：“这次多亏你了，一会儿给你5块海兽肉，6块。”嗷嗷讨价还价。好，我抽了抽嘴角，这蠢狗居然还嫌少，青霞宗大殿和院子全毁，后续有的忙。我提出告辞，林墨渊虽不舍，也只能道别。风华妹妹，待我忙完，我会去穆家探望你。林昭明递来一个储物袋，诚意满满。穆医师，大恩不言谢，这是一点心意。我神识一扫，里面至少有上千万灵石，还有不少珍贵草药，比约定的多了1倍。这父子俩果然是隐形土豪。我们登上飞舟，缓缓飞离青霞宗。林墨渊望着我们离去的方向，心中暗暗发誓，要带着青霞宗变强，未来能保护风华妹妹，能与穆家并肩。飞舟往盘龙峡谷而去。穆寒风沉默地吃着美食，我则在思索。共生封印是强行封印，嗷嗷能和林墨渊和平共处，一是他当年心智未全，二是封印残缺削弱了他。而上古时期人妖曾携手，如今却水火不容，其中缘由始终是个谜。秦乐阳驾驶着飞舟，快到盘龙峡谷入口时，被一群人拦了下来。他们统一着装，衣摆有金色雷纹，腰间是雷纹翠玉佩，后方停着一艘5层豪华飞舟，是东部的南宫世家，又称惊雷世家。为首的修士彬彬有礼地问道：“请问姑娘可是穆家穆风华小姐？旁边的公子是否是穆家穆寒风公子？”我走到飞舟前，心中疑惑，穆家与南宫世家无交情无瓜葛，他们堵在这里，难道是冲我和弟弟来的？正是，不知各位有何事？我看着为首的护卫，客气回应，还请穆小姐代为通传，我家主上求见穆小姐的祖父，请他救治我家小姐。护卫拱手说明来意，我瞬间反应过来，莫非我祖父来盘龙峡谷了？正是，我们已去过穆家求诊，被告知穆大师在此，但峡谷有迷阵，我们无法得见。护卫回道，我看向秦乐阳，他立刻拿出传音玉简请示胡大师。很快，他回复，主上说只允许你带南宫家的病人入内，其他人一概不许进。护卫面露难色，穆小姐，求医的是我家3岁小姐，吾主上照顾不妥，可否通融让主上一同前去，或请穆大师出谷诊治，我们定当重谢。话音未落，南宫家的非洲传来骚动，一个衣着华丽、神色焦灼的男修抱着孩子飞了出来，正是南宫氏家主南宫凛业。他怀里的小人浑身发烫，双目紧闭，气息微弱，还在无意识呢喃：“娘娘，闯阵！”南宫凛业心急如焚，下令硬闯。等等，我急忙喝止。盘龙峡谷的迷阵精妙，硬闯代价极大。南宫凛业转头看向我，瞬间猜出我们的身份，急速飞来。穆小姐，烦请你向你祖父通传，小女病重，不能再等。话没说完，他怀里的孩子突然剧烈抽动，浑身绽放蓝色电光，噼啪作响，威力骇然。居儿，南宫凛业被灵力波及，却浑然不觉痛，失声痛呼。周围修士纷纷中招，我及时用罡气护体，只觉一瞬不适，立刻道：“灵力暴走，南宫小姐是灵根分灵了是吗？把她给我，再等就来不及了。”南宫凛业见我一语道破症结，毫不犹豫将女儿递给我。我抱着南宫居飞回非洲，让他平躺，解开衣领衣袖，拿出银针，快速扎在他穴位上。银针落下，周围灵力变得柔和，南宫居的抽动渐渐停止，气息平稳了些。我指尖弹动银针，化解他体内暴走的灵力，再注入温和的木系之力，引导剩余灵力在他体内循环。额头渗出冷汗，穆寒风默默递来手帕，擦去我的汗水后，退到一边守护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停下动作，南宫居反手握住我的手，依旧呢喃：“娘娘。”显然是几日未眠，陷入了沉睡。穆医师，多谢您。南宫凛业改口，满是尊敬。我做了个晋升手势，让他先睡吧。他灵根的问题能解决。南宫凛业欣喜若狂，他深知灵根分灵的凶险，祖上无人能治，没想到我竟有办法。穆寒风突然开口，我姐收费很贵的。说完，又面无表情去吃东西了。南宫凛业如梦初醒，掏出2个储物袋，一个递给我，穆医师，这是诊费定金；另一个递给秦乐阳，这是小女在峡谷的开销，劳烦收下。秦乐阳收下储物袋，请示胡大师后，带着我们打开迷阵，飞进盘龙峡谷。非洲降落，我抱着南宫居走下来，却看到大门口的一幕，祖父和胡大师扭成一团，哪里是迎接，分明是在打架。我一脸问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祖父和施公扭打在一起，两人抓头发、抠眼睛、扯胡子，毫无宗师形象。小舅舅在旁边急得直劝：“别打了，父亲，师傅。”风华和寒风已经到了，听到我们的名字，2个老头瞬间松手，整理好凌乱的衣服，变脸般换上慈祥的笑容，异口同声道：“风华、寒风，你们回来了。”说完，还默契地互翻了个白眼，绝口不提打架的事。祖父，
师公，我们回来了。我抱着南宫居，微微弯腰示意，慕寒风也跟着行礼。这便是南宫凛夜的独生女南宫居。祖父走上前，目光落在我怀里的小团子身上。对，他雷灵根粗壮，导致分灵，灵力暴走。我用针法暂时疏通了他的经脉，梳理了暴走的灵力，但灵根问题彻底解决还有些麻烦。我点头解释，祖父一听彻底解决，手指和嘴唇都抖了起来，激动得说不出话。师公趁机挤开他，凑过来道：风华、寒风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大黑和严禁可乖了，帮我炼制了不少小东西，一会儿给你们送来。大黑和严禁呢？我问道。在后山泡温泉，估计快回来了。师公笑的眼睛都眯了起来，显然对那2只3足金乌的火焰满意极了。你们赶路劳累，先进去吧，我让人把饭送屋里。明日我想和师公说流影石的炼制。我补充道。师公双眼发亮，流影石？什么流影石？我3言2语讲完功能，师公激动的要拉我秉烛长谈，却被祖父一把掐住嘴，捏成了鸭子嘴。有什么事明日再说。小舅舅立刻让人来带我去房间，还悄悄八卦，带你去房间的是林师姐。傀儡身体里是男人的神魂，他说男人最懂男人，以后要勾搭渣男，让他们财色两空。我听得一言难尽，来的果然是个风情万种的美艳傀儡，走路一步一扭，声音嗲得让人起鸡皮疙瘩。小小姐，晚上我守在外间，有事叫我就行，劳烦林师姐了。我客气回应。我把南宫居放在床上，他抓着我的衣摆不肯松手，晚上睡觉也紧紧贴着我。第2日一早，我醒来就对上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。南宫居早就醒了，乖乖盯着我看，眼里满是依赖。你醒了？我是沐风华，你父亲托付我来给你治病的。我温声道。我知道，我闭着眼睛也能看到。谢谢姐姐救了我。他声音软糯，居然能用神识识人，3岁就有如此强大的神识，着实惊人。肚子饿不饿？先吃点东西。要的，我饿了。他乖巧翻身下床，自己穿鞋，还从储物袋里拿出玉石洗漱用具。姐姐，可以让人帮我准备热水吗？这孩子太过懂事，穿衣洗漱都自己来，动作熟练，显然平时也是如此。我帮他扎了2个小丸子头，他摸着头笑得很开心。到了饭厅，众人早已等候。慕寒风看南宫居像小鸭子一样跟着我，眼神冷了一瞬，见我坐在他身边，才又美滋滋吃起了小馄饨。南宫居乖乖喊人，自己拿着小碗吃馄饨，乖巧的让人好感倍增。饭后，师公抢先问刘颖石的事，我讲解完原理，他立刻拉着小舅舅去了炼气房。严禁临走前把一个储物袋塞给我，骄傲道：我赚的，给你花。我和祖父开始讨论治疗方案，需要紫霄雷音藤，穆家灵草原有，让南宫家主和穆家家主商议去。还有一位天雷灵犀菇，生长在天罚囚笼，那里常年雷鸣闪电，九死一生。祖父皱眉，天罚囚笼太过凶险，让南宫世家去准备便是。我想亲自去。我坚定道，那里有唤醒氏雷玉征需要的灵宝，有南宫世家一同前去，正好事不宜迟。祖父和师公听到这话，同时大惊，却态度不一。祖父满脸担忧，师公却眼里闪过一丝兴奋，显然也对天罚囚笼里的东西感兴趣。但师公竭力反对我涉险，不可，不行，绝对不能。南宫世家实力雄厚，他们去取肯定没问题。你是一休，还这么小，太危险了。祖父沉默许久，缓缓吐气道，既然你已决定，祖父支持你，加派人手保护你，一定要平安归来。人多反而不便，我自有把握。我摇头，转头去找小舅舅，此次需要一些法器辅助，得麻烦你赶制一批。师公气得跳脚，却也只能跟着去炼气房帮忙。祖父虽担心，却也知道我决定的事不会更改，只能默默守在一旁。3日后，我们出了盘龙峡谷，南宫凛夜第一时间迎上来，南宫居紧紧拉着我的手，贴在我手臂上，不肯去父亲身边。这孩子认生，却唯独依赖我。南宫家主，我们已探讨出治疗方案，去你非洲详谈。祖父提议，非洲内。祖父说出方案，我补充细节，其他药材你自行准备。唯有天雷灵犀菇，我需亲自去天罚囚笼取。不可，我派人去便是，不能让你涉险。南宫凛夜立刻反对，你族中高手多是雷系灵根，进去死的比我还快，雇佣的人未必尽心，说不定会推我挡雷。我平静回应。南宫居拉了拉我的衣摆，我陪姐姐去。别添乱，我陪我姐去。慕寒风冷声道，你是雷灵根，不能去。我踢了他一脚，乖乖在穆家等，祖父会帮你压制灵力。南宫居抱住我的腰，声音软糯，姐姐一定要平安回来，准备好诊费就行。我对南宫凛夜道，他郑重承诺，穆医师若有需求，南宫家定当竭尽全力。回了祖父的非洲，我决定只带安博和暗中的守护者，人多法器不够用。祖父却坚持让你六舅舅陪你去。我点头同意。慕寒风不依，我要在外面等，你不同意我就只能在外面等，赶进来腿打断。我妥协，他立刻咧嘴笑了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分开，他不适应，我其实也一样。路过穆家，六舅舅穆天文登上非洲，他拿出星宿八卦盘为我占卜，结果却反复在大凶和大吉之间切换。六舅舅，你这卦象也太不靠谱了。慕寒风忍不住吐槽，我倒不甚在意，水来土掩便是。5日后，我们抵达天罚囚笼，岛屿上空黑云密布，蓝色闪电翻滚碰撞，
惊雷轰鸣声远隔千里都能听见。安博收起飞舟，我们降落在附近岩石上，在这里等我10日，我会安然回来。我对慕寒风道，他盘腿坐下，闷闷点头。我招呼安博和六舅舅准备进入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身影凭空出现，那个一直暗中保护我们的守护者终于现身了。我盯着他，眼中满是好奇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见他的真面目。凭空出现的守护者全身裹在黑色斗篷里，身形挺拔瘦削，帽檐压得极低，大半张脸隐在阴影中，只看到一团虚幻，显然用了术法遮掩容貌。我心中暗惊，这人的实力才是真正深不可测。安博看到他时，脸色微变，又迅速恢复，想来是认出了对方，却默契地装作不熟。多谢前辈一直以来的保护。我行礼试探，他只轻轻点头，一言不发。六舅舅好奇追问，敢问前辈贵姓？守护者转头瞥了他一眼，没回应，又转了回去。我总觉得这微妙的动作带着几分鄙视。六舅舅这问题确实有点傻，我不再多问，拿出法器分给安博和六舅舅。这镜片能看到天雷落点的淡蓝光晕，小伞法器可挡一次天雷，都是一次性的。递到守护者面前时，他抬手拒绝，显然无需这些辅助。一踏上天罚囚笼的岛屿，天雷轰隆声便灌满双耳，无数惊雷劈落，沙石飞溅，电光噼啪作响。我戴上镜片，紧盯地面，看到淡蓝光晕便迅速躲闪，身后的守护者始终不远不近地跟着。几次我刚躲开，天雷就劈在原地，他指尖微动，似是想出手，见我躲开便又作罢。我们往岛屿中心走去，越往前天雷越密集，威力也越大。到了一处山崖前，下方是湍急暗流，我正寻找去路，3道天雷突然毫无征兆地劈来，左右后3方将我包围，地上连淡蓝光晕都没有。风华，六舅舅瞳孔骤缩，安博脸色大变，快步冲来。守护者身形一晃，原地止于残影，伸手就来拎我的衣领。岛外的慕寒风听到一场惊雷，抬头看向天罚囚笼的黑云，脸色瞬间凝重，下意识捂住胸口，他在担心我。就在这时，远方传来异动，一群修士正在追赶一人。慕寒风握紧剑，冷光射向远方，他绝不会让任何人闯入打扰我。那被追的修士衣衫破烂，浑身是伤，正是魏家魏飞兰。他看到浮在半空的慕寒风，认出他腰间的银白玉佩，急切求救，还望穆公子出手相救。我是魏家魏飞兰，愿将魏家秘宝奉上。滚！慕寒风只冷冷吐出一个字。魏飞兰心一横，想硬闯天罚囚笼，却被慕寒风挡住。擅入者死！身后十绝宗的修士追上来，张狂喝道：魏飞兰，把碧落千叶心交出来，给你个全尸！休想！魏飞兰眼眸变红，十绝宗屠戮魏家百口，只为抢夺秘宝。慕寒风听到碧落千叶心，忽然想起这是木属性秘宝，对我修炼大有裨益，立刻转头：就你，东西给我！魏飞兰喜出望外，一定，多谢穆公子。慕寒风拔剑飞掠而出，足下气浪炸开。十绝宗弟子看到一个筑基小孩冲过来，笑得前俯后仰，这小子是来送死的。可下一秒，他们就笑不出来了。慕寒风一剑劈向领头的金丹修士，剑锋一转，又砍向最近的筑基弟子，剑光闪烁，那弟子的剑被斩断，人被劈成2半，鲜血飞溅，尸体坠落。慕寒风面无表情，仿佛只是宰了一只鸡，为温师弟报仇。领头的陈师兄怒不可遏，举剑冲来，慕寒风闪身避开，剑锋再转，剑气压制的另一名筑基弟子无法动弹，剑刃划过他的咽喉，鲜血喷涌，尸体应声坠落。魏飞兰彻底傻了，一剑一个，这小公子强得可怕。慕寒风的剑锋再次扬起，眼眸深处的黑意越来越浓，3道天雷同时劈来，我身上的法器自动开启光幕，却只挡住1道便瞬间破碎，剩下2道天雷的威力汇聚，眼看就要击中我。黑衣人瞬间出现在身边，抬手结出小结界，将天雷隔绝在外。多谢前辈，我低声道谢。他依旧一言不发。危险解除后便后退2步，我趴在山崖边往下看，发现没有天雷劈向水面。提议我们或许可以划船过去。六舅舅拿出罗盘卜算，可行。即话音刚落，黑衣人突然拎住我的衣领，纵身跃下山崖，风声呼啸，下坠感袭来。等我回过神，已经站在暗流对岸，他竟是拎着我在水面上直接掠了过来。这绝非单纯的灵力运用，更像是断体修士的气质运用，恐怕是剑体双修。安博和六舅舅目瞪口呆，只能拿出小舟，苦哈哈的荡桨渡过来。等待期间，我躲避了2道天雷，在朽木下发现一朵天雷灵犀菇，药浴需要大量烘干墨粉的灵犀菇，这正是我要找的。等他们到齐，我们继续往岛中心前进。越往深处，天雷越少，威力却倍增，每一道都粗壮如柱，劈落后地面还残留着久久不散的淡蓝电光。那是……六舅舅突然愣住，指向远方。我抬头望去，眼前景象震撼至极。岛中心的8座墨色巨岩，岸前巽震离之位悬于半空，盘龙粗的锁链缠绕其上，纹路古朴，电弧炸开织成雷霆罗网。往中央的深蓝色巨岩扭动着，似在挣脱束缚，是幽离锁钢阵。安博沉声道。我一眼认出，巨岩中藏着我要找的惊雷子电晶，蕴含最精纯的雷系能量，是唤醒玄庭的唯一选择，无可替代。我想过去看看。我迈步上前，等等，我先卜算。六舅舅
掏出罗盘，卦象显示大凶，不能去。大凶，我有非去不可的理由。我摇头。穆天文急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我帮你去。”一直沉默的黑衣人忽然开口，是清朗的少年音，却字字毒辣：“你这么废，去了就死，让风华去查看。”六舅舅瞪大眼，满脸不服，却被对得说不出话。黑衣人又问我：“风华，此阵你能破是吗？”我实力不够，无法破阵，但我知道破阵之法，还请前辈相助。我如实回答。安博和六舅舅都愣住了，这可是上古奇阵，居然有人知道破阵之法，我能做什么？六舅舅急道：“坐一边等。”我低声道：“小小姐，我呢？”安博也问：“你也坐着等就好。”两人无奈，只能蹲在一边疯狂采摘天雷灵犀菇。这里雷系能量足，灵犀菇随处可见。可黑衣人言简意赅，我在八座巨岩下一布置好前世屯的法器，和黑衣人站在中央巨岩斜下方，掏出阵盘注入灵力，拓。黑衣人一跃而起，剑光闪过，8根锁链尽数斩断，巨岩轰然下坠。他拎着我的衣领跃起，一脚将中央巨岩踩落。我立刻打出手诀，8件法器绽放白光，交织成网，将我们和巨岩网在其中。巨岩剧烈晃动，表皮皲裂，深蓝色光芒迸发，石块炸开，成人拳头大小的惊雷子电晶显露出来，电光闪烁，撞向光网，狂躁不安。小心！黑衣人提醒。我没有犹豫，伸手直接抓向晶石，只有将它送入神识空间，才能唤醒玄庭。指尖碰触的瞬间，狂暴的雷力涌入，手掌焦黑，头发卷成一团，浑身战栗，意识渐渐模糊。风华，小小姐，安博和六舅舅的惊呼在耳边响起，光网消失，我直直倒下，被黑衣人接住。与此同时，海岛乌云消散，天雷骤停，天罚囚笼彻底消失。他神识有恙。黑衣人沉声道：“这可如何是好？”两人焦急万分。当黑衣人抬头望向天空，两道身影快速飞来，是弟弟和魏飞兰。他看着我昏迷的模样，难得露出头疼的神色。我知道护姐狂魔来了，他看到我这样，怕是要抓狂了。弟弟冲到我面前时，双目泛红，语气又急又怒：“我姐怎么了？”他盯着我包扎的右手和卷曲的头发，眼底的戾气几乎要溢出来。若不是双生子的感应让他知道我暂无性命之忧，恐怕他已经失控了。无事，等着。黑衣人开口安抚。莫寒风显然不信任，死死盯着我，直到黑衣人补充：“你姐神识暂时有恙，很快能好。天罚囚笼没了，以后乃有天雷灵犀菇，你帮他多采些，他醒来会高兴的。”他这才稍微松口，蹲下来检查我的状态，确定我真的无大碍后，转头对魏飞兰下令：“去把岛上的天雷灵犀菇全采来。”又对六舅舅伸手：“天雷灵犀菇什么样子？给我一朵。”六舅舅递过灵犀菇，我这才注意到弟弟身后的魏飞兰。他恭敬行礼：“见过诸位前辈，我誓死追随主上。”小的名魏飞兰。安博和六舅舅对视一眼，显然没料到短短几日，弟弟就多了个追随者。莫寒风不耐烦地催促魏飞兰去采蘑菇，自己则拿出柔软的床垫，让黑衣人把我放在上面，坐在旁边寸步不离地守着。黑衣人嫌安博和六舅舅碍眼，打发他们也去采蘑菇，自己居然也转身加入了采蘑菇的队伍。想来是知道我醒来后定会要求采完所有灵犀菇。我神识清醒，能看到大家的担忧，却无法醒来。神识空间里，惊雷子电晶正在乱窜，释放的雷系能量唤醒了玄庭。我耗尽所有灵力和上千万灵石，才解开了他的封印。2天后，我终于缓缓睁开眼睛。姐，弟弟第一时间察觉，激动地扶我坐起来。六舅舅和安博呢？那位前辈呢？我还有些眩晕，随口问道。去采蘑菇了。黑老头说以后很难有这种蘑菇了，他们要把海岛的蘑菇全部采光。他语气轻快了许多。这时，他忽然盯着我的怀里，疑惑道：“哎，姐，这是什么？黑炭吗？”我低头一看，玄庭正蜷缩在我怀里，浑身漆黑毛茸茸，毛发卷曲，像只小豹子，还在沉睡。他吸收完惊雷子电晶，回到了幼崽状态。这是雷玉征，名叫玄庭，刚炼化完能量，还没醒。我笑着解释，这家伙和那个大白鹅一样。弟弟问，对，他也回到了幼崽状态。莫寒风立刻伸出手，掐住玄庭的脖子，不动声色道：“姐，你昏迷2天了，先休息，我帮你照看这个小黑炭。”显然是把玄庭当成了需要提防的老妖。我没察觉他的小心思，摸了摸自己卷曲的头发，还闻到一丝焦味，嘴角一抽，居然被电成了卷发。就在这时，玄庭醒了，睁开眼就吐槽：“风华，你怎么变成幼崽模样了？头发怎么比我的还卷？你喜欢这种发型？我以后天天帮你电成这样。”说完，他才发现不对劲，自己的声音居然如此稚嫩，身体也变小了，顿时懵了。我怎么也变成幼崽了？胡说，没你的卷好吗？我下意识反驳，谁要天天被电成这样啊？这是我弟弟莫寒风。我伸手想把玄庭接过来，结果弟弟腋下一松，玄庭直直摔在地上，滚了2圈才站稳，抖了抖毛上的灰尘，才反应过来这里不是原来的世界。莫寒风盯了玄庭一眼，对我道：“
姐，我去找蘑菇，你们聊。说完便转身离开，把空间留给了我们。我把转世到这个世界的事告诉了玄庭，他听完又庆幸又欣喜，语气幸灾乐祸。严禁那小子是第一个醒来的，还变成了大白鹅。对，我凉飕飕道，你见到他别嘲笑，不然他会笑你是小黑炭。玄庭的幸灾乐祸瞬间消失，耷拉着小脑袋，语气低落。我也想帮忙，但是我现在这样，他这幼崽模样实在太有迷惑性，小小的一团，毛茸茸的，让人忍不住心疼。我忍着笑，提议道，严禁已经自己赚钱了，我这里有个既能让你赚钱，又能快速修炼的办法，要不要？要。玄庭毫不犹豫地答应，急切追问，快说，什么办法？南宫居的灵根问题，没几年解决不了。他灵力暴走时，你正好能吸收雷力，相当于大餐。我对玄庭说，南宫世家雷灵根居多，你去他家打工签合约，价格你定，这不等于进了饭堂？玄庭眼睛一亮，好，我要比严禁赚得多。黑衣人安博和六舅舅采完蘑菇回来，看到我手边的小黑豹，六舅舅好奇问，哪里来的？岛上发现的。我没多解释，有些事无需细说。他们把天雷灵犀菇交给我，魏飞兰采的最多。他上前行礼，见过主上姐姐，在下魏飞兰，是主上的追随者。主上姐姐，我看向弟弟，他憋出一句，姐，这个人做饭好吃，还能帮我做事。魏飞兰立刻大礼参拜，自报家门，在下是荷花镇魏家人，家中秘宝被石觉宗觊觎，全族100多口被灭，老祖自报掩护我逃生，幸蒙主上相救，故誓死追随。慕寒风这才想起碧落千叶心，掏出来递给我，姐，这个给你。我一眼认出是木属性秘宝，对我的修炼大有裨益，瞬间明白他出手的原因。石觉宗行事霸道，没想到如此狠辣。六舅舅皱眉道，姐，能收吗？弟弟问。他若句句实言，你认可他的性子，便可收。我点头，以后叫我木医师。我补充道，实在听不惯，主上姐姐这个称呼。是。魏飞兰恭敬应下。石觉宗的事，我们会上报仙盟大会调查。我看向他，事情属实，仙盟会还你公道，你可参与围剿，既能报仇，还能赚功德。魏飞兰激动万分，再次大礼道谢，多谢木医师，大恩大德，永世难忘。我们在海岛逗留1日，采完所有灵犀菇才返程。非洲上，魏飞兰在炒菜，我随口问，你学过厨？我家有长辈是厨修，我跟着学了些。他眼中闪过痛色，老祖说我有厨修天赋，可族人逼我练剑，说厨修没前途，若我用心练剑，魏家或许不是你的错。我打断他，二人作恶是他们的罪，不用怪自己，报仇就把他们碎尸万段，骨灰撒在魏家门口当花肥。魏飞兰目瞪口呆，我继续道，你可以除剑双修，修炼的核心是心无旁骛，做任何事全心投入即可，找到自己的道，才能走得远。回到穆家，南宫居甩开父亲的手朝我跑来，一头扑进我怀里。穆医师，玄庭从灵宠袋钻出来，跳到我肩膀上。南宫居瞪大眼睛，姐姐，这是什么？好可爱呀！可爱个屁！玄庭不高兴地甩尾巴，却没敢太过分，这可是长期饭票，没你可爱，居儿最可爱。我笑着安抚，把玄庭抱下来递到他面前，他是你的药，能帮你压制暴走的灵力。南宫居小脸煞白，摆手急道，不要不要，这么可爱的小豹子，不能吃它，不吃它，它能帮你。我解释完，看向南宫凛夜，南宫家主，进去详谈吧。南宫凛夜疑虑道，这小灵兽能压制居儿的灵力。玄庭气不打一处来，直接开口，来试试，他今天就要让这人试试就试试。南宫凛夜听到玄庭开口说话，心中一惊，这绝非普通灵兽。南宫居却满心欢喜，小灵兽居然会说话，太厉害了。南宫家主，你运转灵力从掌心释放，让玄庭试试。我提议道。南宫凛夜配合释放灵力，玄庭瞬间出现在他掌心，他速度堪比闪电，并非瞬移。下一刻，南宫凛夜的灵力疯狂倾泻，被玄庭吸食殆尽。他眼前一黑，险些站不稳，只觉得浑身被掏空，无碍。他站稳后，看玄庭的眼神彻底变了。这灵兽既能压制灵力暴走，还能帮弟子们安全耗尽灵力，简直是南宫家的福音。最终商议结果，南宫居留在穆家初期治疗，玄庭与南宫家签10年合约，1年100万灵石预付，可自由选择是否帮南宫家修饰吸食灵力。签约时，玄庭用爪子按下印记。南宫凛夜见状，对他更显慎重。南宫凛夜留下2名护卫照顾女儿，父亲诊废后离开。送他时，南宫居牵着我的手，满心都是和玄庭玩耍的欢喜。一眼未看升空的非洲，南宫凛夜站在船舷，悠悠道：“今天的风好冷啊。”魏飞兰的事很快上报仙盟，穆家大长老亲笔写信举荐他参与调查。2个月后，他风尘仆仆归来，仙盟以雷霆围剿石觉宗，通缉逃犯。他大仇得报，小姐，事情圆满解决，多谢小姐伸出援手。他大礼参拜，改口喊我小姐，解决就好。祖父同意后，你便可留在寒风身边。我示意他起身。魏飞兰最终通过考核，成为弟弟形影不离的追随者。3个月后，南宫居病情稳定，被接回南宫家。他抱着我的手臂不肯松开，姐姐和我一起回家好不好？玄庭会陪你，想我了可以写信。我安抚道，
这一别便是10年。10年后，我和弟弟乘坐非洲前往南宫家接悬艇。我身着青翠色法衣，他穿黑色长袍，腰间都挂着穆家银白玉佩。魏飞兰驾驶非洲在南宫城降落，弟弟想逛逛特色美食，我自然应允。没想到刚进城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林墨渊。他如今已是青霞宗宗主，身形挺拔，气质沉稳，看到我们，眼中瞬间亮起。风华妹妹，寒风。南宫城很是繁华，街道上人来人往，冬不雨水多，凡人大多带着雨具，石板缝隙里长着青苔。慕寒风被一家小吃店吸引，魏飞兰买了2份烤肉饼，我没兴趣，都给了弟弟，他2下就吃完了。没多久，天空下起小雨，我撑开伞，准备找家酒楼吃饭，忽然听到细雨中有人喊：“裴师兄！”一道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我转头看到一个俊美的男修撑着油纸伞站在那里，剑眉凌厉，白衣清冽，腰间的玄色云纹剑鞘格外眼熟。裴师兄，我试探着开口。慕师妹，她脸上浮起欣喜的笑容。10年未见，她褪去了青涩，沉稳的像未出鞘的利剑。慕师妹，你怎会在这里？我来这里……我话没说完，就被一个娇俏的声音打断。裴师兄，这位是谁啊？我就进去看了一眼，发簪你就不见了，怎么不等等我啊？少女伸手想拉裴锦瑜的衣袖，被他闪身躲过。这是慕师妹，慕家慕风华。他介绍道，又对我补充，这位是灵剑宗宗主的千金屈香菱，我来参加灵剑宗立少宗主大典。慕师姐好。屈香菱拱手行礼，语气带着几分倨傲，却不敢太过放肆。屈师妹好，我礼貌回应。裴师兄，我们快些和师姐还有裘长老会合吧。屈香菱急切催促，定了明日启程，便明日。裴锦瑜淡淡道，我今日还有事，你先回客栈。他无视屈香菱发黑的脸，对我笑道，慕师妹，好久不见，我做东请你们吃个饭，叙叙旧。好啊，我点头。屈香菱气得跺脚离去。慕寒风吃着鱼饼走过来，张口就问，你请客？你想吃什么？裴锦瑜笑着问。魏飞兰低声道，主上，南宫城最好的酒楼叫听雨楼，厨修修为不低，食材新鲜昂贵，那就听雨楼。慕寒风道。魏飞兰在楼下等候，我们3人进了包厢。慕寒风点了招牌菜，埋头苦吃。裴锦瑜问，慕师妹，你们怎么会来南宫城？是因为南宫家大小姐的病情？对，复查一下她的病情，应该好的差不多了。我点头。10年不见，慕师妹变化真的很大，不胖了是不是？我笑了笑。吃完饭告别后，我们没走多远，就被一个少女拦住去路。她容貌美丽，眉目凌厉，皮肤是少见的小麦色，腰间配着宝剑，是灵剑宗的服饰。在下灵剑宗弟子屈阴灵，见过穆医师。他拱手行礼，屈道友。我回礼，我们灵剑宗欲与天剑宗联姻，我相信穆医师定会成人之美的。我嗤笑一声，你们灵剑宗真立了你这样的人为少宗主，才是真的要玩。屈阴灵脸色一变，穆医师何必口出恶言？我和朋友一别10年，见面叙旧，被你师妹说成什么不堪的事？我冷下脸，所谓联姻是你们一厢情愿，给你那废物师妹攀附道侣。你们问过天剑宗，问过裴锦瑜愿意吗？一心向道的人被你们这样算计，真是恶心。屈阴灵满脸苍白，眼底尽是惊骇。我说的全中，你有胆就去对裴锦瑜说这些话，没胆却来捏我这个软柿子。我语气讥讽，我穆家不惧和灵剑宗开战。不，穆医师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他急忙解释，但你的所作所为就是这个意思。我打断他，慕寒风的手早已按在剑柄上，眼中戾气顿生。屈阴灵面色难看的道歉，穆医师，实在抱歉，这次是我偏听偏信造成误会，以后再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。不必，我一脸嫌恶，只是以后请不要出现在我面前就行。我们越过他径直离开，谁知慕寒风突然拔剑，反手一剑劈向了屈阴灵。慕寒风这一剑速度极快，屈阴灵根本来不及拔剑，只能仓促运转灵力结出罡气，罡气瞬间破碎，剑气劈中他的肩头，嘴角渗出血迹，受了轻伤。走了，我轻声开口，来了。弟弟眼底的杀意瞬间消散，笑着朝我走来。我抬手拍了拍他的手臂，他现在长太高，拍头已经不方便了。我知道他是为我出气，这一剑极有分寸，只是教训而已。姐，接了悬停，我们就能去海边了吧？他转移话题，满眼期待。我自然知道他的心思，不是为了历练，而是为了吃海鲜，一路历练过去，最后会到海边。那些海族吃海鲜不会觉得是吃同族吗？他好奇追问。化形后就不算同物种了，他们会避开未进化的同族。我解释道，又叮嘱，进了海城，看到走路的八爪章鱼之类的，别想着抓来吃，可能是海族用原形赶路。他眨巴着眼睛应下来，好，知道了。到了南宫家，自报家门后，我们被恭敬请进大厅。最先出现的是玄庭，他速度快得像一道光，油光水滑的卷毛更有光泽，一下跳上岸基。风华，玄庭，我笑着摸他的头，他从脖子上扒拉下一个小巧的储物袋，这是我这些年赚的零食，给你唤醒其他小伙伴，你自己赚的，留着吧。我推辞，你唤醒我肯定花了很多零食，那些家伙醒来也需要钱。
他用爪子把储物袋推到我面前，我心中一暖，收下了。好，对了，有件事我想和你说。玄婷的话没说完，就被急促的脚步声打断。一个身穿粉色法衣的少女冲了进来，巴掌大的小脸，五官精致，正是南宫居。姐姐，你终于来看我了。她一把牵住我的手，亲密的没有半点生疏。这10年我们一直用刘影石通信，刘影石还是我和师公一起研制的。现在在修真界大卖，我还能分到30%利润，早就又富了起来。居儿又长高了，我摸了摸他的头，我每天吃好多。他开心点头，又转头对慕寒风礼貌喊了句寒风哥，就又拉着我说话。他小时候就有点怕弟弟，现在依旧生疏。慕寒风敷衍地嗯了声，转头吩咐魏飞兰去打听南宫城的美食和食材。没多久，南宫凛夜来了，眉间带着忧色，却还是笑着打招呼。穆医师、穆公子、南宫家主，我们起身行礼。居儿盼了你们很久，这次多留几日，让我们尽地主之谊。他说道，又叮嘱南宫居好好招待我们，便匆匆离去，显然有要事缠身。姐姐，我带你去客房。南宫居拉着我往外走，路上遇到几个当年跟着南宫凛夜去穆家的护卫，他们恭敬行礼后便匆匆离开。你家是不是有什么事？我们留下来会不会打扰？我低声问。他凑近我耳边，是祖坟的阵法松动了，里面的雷灵珠乱窜，我爹他们进去修复，每次都被电得滋哇乱叫逃出来。这可是南宫家的秘辛，他居然这么直白就说了，这是秘辛吧？你爹没让你们保密，偷偷告诉姐姐，姐姐保密就好。他笑得狡黠，又补充，我们家的历练塔靠雷灵珠功能，那些珠子是先祖灵骨凝结的。我赶紧伸出手，把他的嘴捏成鸭子嘴，再让他说下去。南宫家主怕是要灭我的口了，他挣脱我的手，嘟着嘴道，好吗好吗，我不说了，不过阵法师还没修好，等修好了，我带你进历练塔玩，最高层有幻境，能磨练心境。我一个外人，不合适。我婉拒，却没料到，最后我还是进了南宫家的历练塔。而且是南宫家主和长老们殷切请求的。晚上，南宫家主设宴请我们，可等了许久，他才带着长老们匆匆赶来。两鬓头发有些焦，长老们的头发更是狼狈不堪，显然是修复阵法时又被电到了。穆医师、穆公子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南宫家主满脸歉意。无妨，我摆手，知道他们事出有因。宴席上的菜肴很有东部特色，慕寒风吃得津津有味。饭后就带着魏飞兰去逛南宫城夜市了。南宫居拉着我回了他的卧室，这一晚他终于如愿抱着我睡了。玄庭则有自己的院子，被伺候得跟大爷一样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听说请来的阵法师到了，便跟着南宫居去看热闹。这位阵法师叫陆明宇，是那位先是大师的关门弟子。南宫居低声道：“陆明宇。”我皱眉，心中生出一丝怀疑。天空中缓缓降落一艘非洲，表面镌刻的阵法纹路亮起来，映射出五颜六色的光圈，骚包又显眼。我瞬间确定，就是我认识的那个陆明宇。非洲停稳，一个身穿银白色衣袍的年轻男修走下来，容貌清俊，桃花眼上挑，气质风流，正是陆明宇。他身后跟着8名护卫，派头十足。陆大师，南宫家主客气迎接。南宫家主，先去修复阵法。陆明宇语气干脆，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。可等他和南宫家主进入历练塔，一盏茶不到就狼狈退了出来，头顶碎发竖起，身上还闪着蓝色小电光，衣袖都卷了起来。大概情况我已知晓，这2日定能修复。他整理好衣发，故作镇定，眼角余光瞟到我，立刻装作惊喜。穆医师，你怎么在这里？2位认识？南宫家主一愣，自然认识，且关系匪浅。陆明宇快步走过来，拉着我要叙旧。南宫家主乐见其成，让人奉茶后便带着其他人离开，只留下玄庭窝在椅子上。陆明宇拿出法器开启隔音结界，才压低声音：“风华，你怎么在这？我还想问你，你父亲什么时候仙逝了？”我无语道：“前阵子去盘龙谷，还看到师公用流影石和千机尊者护队，他精神好得很。”陆明宇尴尬挠头：“我爹参悟你给的上古残阵心烦，又总有人上门求他布阵，就对外说自己仙逝了，好专心闭关，就离谱。”我忍不住吐槽：“不说这个。”他话锋一转，一脸讨好：“历练塔的阵法太难，我搞不定。本来想回去问我爹，结果看到你了，你帮帮我，我收费很贵。”我凉飕飕道：“我很有钱，我爹的产业都给我了。”他挺凶得瑟：“是你爹有钱。”我毫不留情戳破：“休想打折。”陆明宇撇撇嘴，面色一肃：“对了，修复完阵法，我还有一事相求，恐怕只有你能做到。何事？”我问道。陆明宇沉声道：“我有一个朋友，每日颓废不振，心中郁结不散，想请你去医治他。这是心病，心病还需心药医，我治不了。”我直接拒绝：“我加钱，真治不了，得解开心结才行。”我依旧摇头：“10倍。”我有些动摇，这钱确实诱人，心病虽难，但药物能辅助，实在不行还能借师公的法器造幻境。话又说回来，也不是不能治，先用药物舒缓神经，再想办法解心结。陆明宇立刻笑了：“我就知道你有办法，不代表效果好，看他配合度。”我
我补充道。他开始拍马屁，风华你医者仁心，医术高超，拍再多马屁也不会少收零食。我抬手打断，转而询问历练塔的阵法情况。陆明宇详细说明后，殷切问道：你能修复吧？能，但你怎么说服南宫家主让我进去？实话实说，你懂阵法，不答应我就走。他们的阵法必须尽快修，不然可能坍塌。他摊手，修复酬劳你7我3。我点头同意。陆明宇去找南宫家主，说明想让我帮忙修复阵法。穆风华在阵法上造诣极高，我师父都对他赞不绝口。南宫家主惊讶，穆医师居然懂阵法。他犹豫道：可历练塔内太危险，怎能让你涉险？不瞒你说，我一个人修不好。陆明宇道：之前说能修复，是因为看到了穆风华。南宫家主无奈，带着长老们来找我，满脸愧疚。穆医师，如果你不想进去，我们绝不勉强，我愿意帮忙。我直接答应。南宫居趁机道：父亲，修复好后，我能和姐姐去历练塔顶层吗？修复好了随意进。南宫家主捂着胸口答应。翌日一早，我和陆明宇在南宫家主和长老们的陪同下进入历练塔。穆寒风和南宫居在塔外等候。一进塔，毁灭性的雷系力量迎面袭来，南宫家主和长老们挡在前面。陆明宇开启防护罩，惊呼：怎么又严重了？塔内雷电遍布，地砖开裂，能感受到下方有力量冲撞。我闭上眼感受能量轨迹，阵眼没问题，西南角和东北角的法器出了问题。东北角的法器我昨天看还没事。陆明宇瞪眼，他掏出雷魂玉，我先用这个稳定能量。等等，我想阻止已经晚了。雷魂玉直接飞向阵眼，消失不见，被吞了。我那价值千万灵石的雷魂玉，他目瞪口呆。阵眼在吸收能量，不能用雷系法器。我脸色微沉，这个我们南宫家会赔偿。南宫家主忙道。我指尖掐诀，数道离火符飞射而出，在半空中凝成千息阵，灼热气息席卷四周。离火符，千息阵。陆明宇震惊，你还是符修？这符不是你自己绘制的吧？略有涉猎，无聊时候画的。我抽空回了句。南宫家主和长老们瞪圆了眼睛，显然被眼前的一幕震撼到了。千息阵一出，周围狂暴的雷系能量渐渐平缓。南宫家主和长老们怔怔看着，他们之前费尽心思都压制不住的力量，我一出手就轻松解决。这背后是五行相克与符箓阵法的精妙结合。陆明宇收起防御法器，暗叹我的实力。我俩分头行动，修复阵基，无需言语却配合默契，一炷香后，雷系能量彻底消散，周围亮起金色光芒。成了，我轻吐一口气。下次掩埋雷灵珠要按我师父交代的来，按时更换法器。陆明宇对南宫家主补充，这次是阵基被能量冲击到了，记得多检查，宁愿早换也别迟换。我附和道。出塔时天色已暗，南宫居和玄庭第一时间迎上来。玄庭跳到我肩膀上蹭我的脸。穆寒风确认我无恙后，就带着魏飞兰去逛南宫城夜市了。姐姐，我们明天一早就进历练塔。南宫居挽着我的手，叽叽喳喳道。南宫礼业笑着应允，随时都可以。穆医师不用见外。他甚至惋惜道，若居儿是男孩，我都想问问穆家家主能否联姻了。我大可不必。陆明宇和我定下3日后出发去医治他朋友，这几日他也在南宫城闲逛。第二天一早，南宫居强烈拒绝大长老同行，保证不去第9层，大长老才放行。可我知道他这答应的语气分明是认错快下次还犯的模样。进入历练塔后，历练塔根据实力自动分配楼层，南宫居被传到第8层，而我面前的墙壁上赫然是一个10字。第10层，南宫家的历练塔明明只有9层，周围白茫茫一片，脚下虚浮。一个稚嫩的声音突然响起，谢谢你治好了我的脚呀。你是谁？我神识展开，却一无所获。我就是这座塔呀。声音满是感激，脚痛了好几天，还好你来了。塔灵，我轻声确认。什么是塔灵呀？声音带着懵懂，我耐心解释后，他恍然大悟。我可以化形吗？可以化作你这样吗？以后可以。化形模样看你心中触动。我点头。那我送你东西感谢你。话音刚落，白雾消散，空荡荡的屋子瞬间堆满丹药、法器、矿石等，甚至还有之前挂在塔身外面的镜子。我捡起镜子，心中一惊，这是混沌山河镜，半神器级别的占卜法器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我把镜子放下，这些都是南宫家寄放在你这里的，送出去要和南宫家主商量。哦，塔灵应声。下一刻，南宫居就被传了过来，手里还握着宝剑，一脸茫然。南宫居，你给你父亲传音，我要送东西给穆风华，想和他商量。塔灵直接对他说道。南宫居惊得瞪大眼，塔灵，我家历练塔居然生出塔灵了。他立刻拿出传音玉简，激动地给南宫礼业传音。我则想起他刚才的话，修真界曾有剑神，其宝剑生出剑灵，剑神一剑斩杀魔兽，封闭人魔通道，早已陨落。没多久，南宫家主和长老们就出现在面前，得知塔灵诞生，一个个满脸兴奋。家主，这些东西是你们寄放的，我不能私自送人。塔灵的声音响起，南宫家主瞬间猜到前因后果，对我好感更甚。可下一秒，塔灵雀跃道：
这些不能送，那我能把自己送给穆风华吗？我是单独的个体，对不对？在场所有人瞳孔地震，不行的，不行的，你和南宫家是密不可分的，你们是一体的。我急忙摆手，生怕南宫家主和长老们心梗。可你治好了我的脚脚，我听一个弟子说，这是需要以身相许的啊。塔林的声音软糯又懵懂，我啼笑皆非，不一样的。我修复阵法是受了委托，收了报酬，这是交易，不是恩情，不用你报恩。南宫家主的脸色瞬间变得复杂，估计在心里盘算着要收拾那个胡说八道的弟子。塔林刚诞生，懵懂无知，建议尽快找人教导他人伦道德。我提醒道，不然迟早被人带歪。那你可以抱抱我吗？我好喜欢你的。塔林的声音带着小心翼翼的期待，长老们的眼神瞬间变得炽热，死死盯着我，仿佛在说快答应。我刚点头，空气中噗的一声，一个白白软软的小团子浮了出来，晃晃悠悠飘到我面前。我伸出手抱住它，手感像棉花一样暖暖的。南宫居眼馋不已，我也想抱。小团子假装没听见，缩在我怀里不动，半晌才大方道，你可以摸一下。南宫居开心的伸手，脸上笑开了花。真的不能把我送给你吗？小团子委屈道，不能，但我以后会来看你。我耐心安抚。大长老急忙开口，地上的东西可以送，我同意。其他长老也纷纷附和，生怕塔林失望。南宫家主也坚持，这些都是你的谢礼，包括那面镜子。我指了指混沌山河镜，你们知道这是半神器吗？知道啊，占卜用的，华而不实，一直挂着装饰。长老们随口答道。我沉默了。南宫家是真有钱任性，在他们的强烈坚持下，我收下了所有东西，打算把混沌山河镜送给六舅舅。出塔后，玄庭突然窜到我肩膀上，风华，之前有件事想和你说，你想继续留在南宫家？我打断他。玄庭瞪大眼，你怎么知道？这里很适合你，你也舍不得居儿，对不对？我把他抱下来，摸了摸他的脑袋。玄庭点头，我想和居儿一起成长历练。南宫居瞬间红了眼，抱着玄庭哽咽着说不出话。他早就做好了玄庭离开的准备，没想到是这样的惊喜。那就留在这里。我笑着把玄庭递到他怀里。我们虽不常伴，但心从未分开，需要时必会奔赴彼此。2日后，我们登上陆明宇的非洲出发。南宫家主率人送别，南宫居顶着玄庭，一直挥手到非洲消失在天际。慕寒风趴在栏杆边，眼神怅惘，显然是在回味南宫城的美食。魏飞兰安慰道：“主上，往东还有很多特色美食。”他立刻眼睛一亮，闭目养神去了。非洲船舱极为奢华，陆明宇给我倒了杯茶，正色道：“我朋友的师傅是玄天真人，那位符箓大师，你朋友是他徒弟。”我挑眉，叫苏清寒。陆明宇继续道：“玄天真人桀骜不驯，却对苏清寒倾注全部心血。前段时间，他带苏清寒去深渊历练，最后只有苏清寒回来了，现在一蹶不振，愧疚又抑郁。玄天真人怎么会带徒弟去深渊？那可是修真界禁地。”我皱眉，可能脑子进水了。陆明宇毫不客气：“他们在深渊到底遇到了什么？”我看着他，心中已有预感，这趟医治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，清寒不肯说，只知道玄天真人是为了救他才失踪的。陆明宇回答：“那可难办了。”我皱眉，苏清寒的心病源于师傅失踪，不解开这个结，他很难走出来，除非找到玄天真人。可深渊那么凶险，我上哪找去？1个亿的灵石啊！你就不想试试？陆明宇不甘心，喜欢归喜欢，但深渊太过诡谲，我不会为了陌生人涉险。我直言，我身后有穆家，不能轻易冒险。我就是说说而已。陆明宇叹气，那真没办法了，也不是全然没办法。我话锋一转，前提是玄天真人还活着，我或许有办法找到他。什么办法？他眼睛一亮，等见到苏清寒再说。我卖了个关子。非洲很快抵达金鹰宗长崎峰，外门弟子对陆明宇很熟悉，直接放行。我们直奔后山练武场，远远就看到一道瘦削的身影漂浮在半空，淡青色长袍，墨发竖起，容貌雌雄莫辨，一双异瞳格外惹眼，右眼漆黑，左眼墨绿，只是眉间满是颓然，眼底一片死气。这就是苏清寒。他看到我们毫无反应，指尖飞出一排灵符，轰然炸在巨型圆筒靶上，威力惊人，显然在符箓上造诣极高。清寒，我带了一休来帮你。陆明宇喊道。苏清寒充耳不闻，继续击出灵符。你是想去深渊救你师父？我忽然开口。苏清寒手指一颤，眼角余光看向陆明宇，满是寒意。指尖灵符骤然转向，朝陆明宇飞来。不是吧？你要对我下毒手？陆明宇大惊，我是补修，能算出你师父是否健在，以及大致位置。我语气平淡，但需要你师父用鲜血绘制的符箓。灵符在半空中骤然停下，如雪花般散落。苏清寒瞬间飞到我面前，声音沙哑又急切：“你真的能？我有师父的血符。”可以。我笃定点头，只要找到师父，我任你驱使，全部身家都给你。他眼中燃起希望。我收费很贵，我补充道。苏清寒愣住，显然没料到我只提钱。陆明宇在旁边解释，出场费100万灵石，治好给1亿，灵石20多亿，还有灵符、炼器材料，折算下来50多亿。苏清寒沉声说：“我果然独苗苗弟子都有钱的让人嫉妒。”成交，我需要启动万界寻踪法。我说道。
这秘法对我负荷太大，需要至少3人共入阵法分担压力。你和陆明宇跟我一起，万界寻踪法，你居然会？陆明宇震惊，这可是上古秘法，我以前研究差点神魂俱损，不用担心，我有把握。我安抚道，到深渊外围再布阵，让你的护卫护法。记住，不管看到什么，都要保持冷静，不能妄动。没问题，陆明宇一口应下。我眼角余光瞥见慕寒风，他没说话，但眼神坚定，显然是打定主意要跟着入阵。我知道他的性子，就算我拒绝，他也会想别的办法，只能默认。陆明宇悄悄用奇怪的眼神打量我，欲言又止，他大概是想问我什么时候又成补休了。我假装没看见，转头对苏清寒道：“准备好血符，我们尽快出发。”苏清寒用力点头，眼中的死气渐渐褪去，终于有了一丝活气。